Hello， 各位回到 Star Sea Soul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要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2025年下半年的爱情预言啊。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我们情感方向有什么样的发展和变化，我们是否会脱单呢？那在感情当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宇宙有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则影片的朋友们。虽然7月已经过半啊，不过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连接的这一个主题，有可能也可以对应我们的农历下半年。马上我们就要迎来闰6月啊，在这一个特别又特殊的乙巳年当中，我们有2个6月。那这个农历的闰6月呢，也是很多朋友可以为自己争取时间，进行播种啊，完整我们显化的非常好的一个过渡的时间节点。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 ，Starcy 也非常的荣幸跟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连接一下关于我们的未来，关于我们的下半年。那今日我们这个主题呢，就设置在情感的层面上。虽然在这个年份当中啊，我们感受到很多的变动和变化，那外界呢也有非常多的冲击和考验，正在打破我们原有的矩阵啊，有可能是让我们走出来，有可能是让我们蜕变出来，有可能是让我们觉醒出来。但相信宇宙一定在用它最温柔的方式，在保护、支持和指引着我们，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送给我们必要的讯息。那在今日我们的大众占卜当中，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关于我们的情感方面有什么样的转折和变化，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则影片的朋友们。非常感恩大家的支持和连结。那最近 Starcy 也在重新的布置我们的工作环境。那在这个周末啊 ，Starcy 会重新的更新我们的星际学院，再重新进入我们下一轮的学习当中。非常的感恩大家对于 Starcy 以及我们的这个塔罗频道、我们的学院频道、我们的冥想频道的无数的连结、支持以及守护啊！哪怕当下有很多外界的事物正在敲击着我们，那相信呢，通过这些过程，我们都可以更加紧密的相互连接和相互的鼓励以及支持。希望也通过不断的成长和蜕变，回馈给大家更好的能量，传递给大家更需要的讯息，带来宇宙的光和爱的守护。再次的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我们会花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共同完成一个简短的冥想，来帮助大家调整一下当下我们的能量状态，平衡我们的能量和脉轮，也做一下我们周身的净化和清理。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我们可以闭上双眼，一同来感受这个音波的震动带给我们周身体的净化，能量的转换和变化。当然，在我们每一次的聆听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我们内在的细胞都会发生相应的呼应。非常的祝福大家，也希望带给大家守护和疗愈的频率。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比较快速的做一个放松，来感受我们周身的能量正在变得畅快和轻盈。已准备好，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共同的通过卡牌来连接我们的能量。好，大家可以轻轻的调整我们的呼吸，再缓缓的睁开双眼，来感受一下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以及3颗相应的水晶石。今日我们要起来连接的主题是2025下半年的爱情预言。我们要看一下宇宙对我们的情感，对我们的亲密关系带来什么样的指引，又有什么样的讯息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发展的状况和方向又是怎样的呢？好，我们最左边的第1副组牌，我们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紫色水晶簇。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水晶石的能量、频率以及色彩，是否是和我们当下的能量发生了相应。这是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我们中间的1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一颗铜铁矿石。我们可以感受这天然的金光闪闪的气息和能量，在我们这颗扎实的天然石当中，可以明显的折射出亮亮的光斑。这是我们中间1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铜铁矿石。我们最右边第3副组牌，好，我们参照天然石是一颗白色水晶簇。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白色水晶簇正在连接出或者释放出什么样的频率，是否是和我们相应的呢？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放在这里有点像一只白天鹅哦。好，哪1副组牌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的呢？哪1副组牌或天然石就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关注的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直觉，没错了。那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你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收取一下当中的讯息，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我们的能量有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好，跟着我们的第一直觉就没错了。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一颗紫色水晶簇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2025下半年的爱情预言。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情感在下半年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那单身的朋友是否会脱单呢？那正在感情进展当中的朋友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卡牌来看一下宇宙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导引和提示，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1副组牌的朋友取得需要的讯息、能量和疗愈。好，对应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一颗紫色水晶簇。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1组朋友，我们看到是5号牌Bloom， 有没有花朵绽放、盛放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卡牌当中的女神应该是春之女神。好，她所有的枝芽，包含她的头发，都正在向外蔓延和生长着。当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盛放的时期，我们的女神的脸上也会有非常让人骄傲和有光彩的神色和神采。第1副组牌的朋友，在整个的下半年度，你们的个人生命包含了
你们的运势也包含了你们的个人气场和磁场，会有一种气场大开的感觉。到了即将盛放的时间段，有些朋友不管你们在什么样的年龄啊，在什么样的一个青春状态或是生命状态，下半年都是会迎接我们新的春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地之母啊，正在将源源不断的活力、美和一种气场啊，我们可以把这种气场称之为魅力，也可以把这个气场称之为你的生命力，还有你的爱的体现、光的体现等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第一副组白的朋友，你的绽放即将到来。连接到今天我们是一个情感主题，那我们第一副组白的朋友在情感上将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也会有比较明显的桃花啊。这个桃花是正桃花，或是几朵看起来能量场更加高昂，跟我们能量相吻合的桃花，以及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碰到金桃花。我们所谓的金桃花是什么啊？当然是金色的啊。我们的情感际遇和情感对象以及情感选择，所以非常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白的朋友。我也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最近打开了你们的喉轮、三眼轮和头顶轮，所以你们的人际关系和人缘，其实在下半年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我看到了整个下半年度啊，你们会越发的跟着你们的目标向前迈进。那有可能你们也会发现啊，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责任的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卡牌当中，我们的女神呢，她的头发正在向上生长。其实在我们这个比如说萨满文化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地球的某一些远古文明当中，头发其实都代表了我们和神相连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雷达，或是参照物，或者说是导体。所以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本身和萨满能量和大地之母能量是非常有连接的，而且在下半年度当中，你们会发现你们头顶轮将会有更多的信息和信号啊反射进来，你们在看得更远，也在站得更高，你们的盛放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是我们看到第一副组牌朋友的能量。我们看一下副牌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抽到的是 Hummingbird Spirit， 有没有？蜂鸟啊，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是 joy 快乐，然后在这两张卡片当中，我们同时的看到就是粉红色的花朵正在绽放啊，我们的蜂鸟正在有可能是接触，有可能是点影我们在花朵上的露珠，或者是花朵上星星斑斑的光晕。所以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在下半年度你们会遇到非常快乐的机会去伸展你们自己。首先在个人的发展上，你们也会体现出来啊一种突破性的体验，你们会更加喜爱这个人生，那这个人生也会带来非常多美好和丰盛的细节。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在被一个很重要的人喜欢着，有可能当下这个人还没有很快的展露他们的身姿啊，或展露他们的能量在你们的世界当中。不过很快的，我看到第一组朋友，你们将会有追求者，或者你们将会有非常神奇的际遇。而对方呢，我看到首先是随着你的优秀被吸引来，再者就是你们之间是相互需要、彼此支持和鼓励的，好这样的能量场。有很多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我认为你们的优秀会吸引到非常多的人的关注和目光。当然这当中也有非常让你们喜爱和让你们感受到我们这个 joy 快乐的对象啊。我们这个22号其实也有一种双宿双栖的感觉，所以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下半年度有可能会进入比较美妙的约会，或者说是我们讲双宿双栖嘛，双入双出的状态。你们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度啊去体验到美好爱情带给你们生活的滋养，你们会在彼此的眼中看到自己最好的一面。所以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也有少数朋友，我看到你们正在发生着某一种蜕变，这个蜕变让你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具有魅力，而且也更加具有这种向导作用啊，会让更多的人想要接近你们，想要去聆听你们，有可能想要去吸收到你们的一些高纬度的建议以及帮助、帮衬等等。所以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本身的这个贵人缘和人缘也是非常好的，你们也是其他人的贵人。所以也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们看一下在下半年度啊，整体的情感能量将是如何的，我们再分状态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好吗？看一下整体的，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看一下我们的情感能量是如何的。我们就接受着第一张啊，第一张是 Lovers in Reverse， 大家不必担心啊，看到逆位的卡牌，我们结合其他的卡牌来看一下讯息是什么。
好，第2张牌飞出来，我们看到是 Devil in Reverse。天哪，这2张牌形成了很大的对比，有没有？好，恋人牌和恶魔牌的逆位啊。好，第3张牌已经飞出来。好，我们看到是 Page of Wands、Seven of Cups。And Knight of Wands 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2个权杖人物牌出现了啊。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是火象星座比较多，牡羊座、射手座、狮子座啊。然后我看到在下半年度当中，首先你们会脱离旧有的一些情感的爱情的价值观念和旧有的一些规矩和逻辑啊。恋人牌的逆位其实并不代表了分手啊、失恋等等。那配合我们这个恶魔牌的逆位，也代表了你们有可能会走出一个爱情的迷局、爱情的大坑等等。有可能你们会渐渐的去平复过去对于爱情的某一种执着的理解。也有些朋友你们很刚刚分手，有可能刚刚的你们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一些朋友你们在离职、在入职，然后在搬家等等，然后宇宙都会给予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非常积极的热烈的回应，让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感受到啊，你们的周身、你们整个人在下半年度都是与众不同的。我看到你们在变得更加具有魅力和吸引力，你们很有活力，而且你们会通过显化的方式让自己敢于做梦，以及敢于为了梦想去冲锋陷阵。所以跟着你们的这一股能量，我看到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大地守护灵，还有就是动物守护灵在你们的身边，在支持和指引着你们的方向。很明显的就是有跟你们双向奔赴的人会出现，而且对方也在同样程度的同频的显化着你们。所以非常祝福我们第1副组牌朋友在这个新的阶段呢，感受到能量的上升，然后这个火能量的奔涌啊，因为当下我们进入了一个火的年份，而且在下半年度当中，我们这个木火通明的能量是非常的热烈以及非常的灿烂的。所以我看到很多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会摆脱旧有的一种泥泞啊、卡住啊，然后是顿挫那种感觉，你们会进入一个更加高速显化和高速去发展人生的状态。那这个当中我看到有你们的同路者啊，权杖的侍从、权杖的骑士，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你们的前辈后辈，有可能是你们身边支持和受到你们的鼓励啊，跟你们同路的人，也有可能是单纯的受你们能量所吸引，跟你们可以一同做梦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有可能跟你们有同样的爱好，有可能你们会在比如说做一些园艺啊，有可能你们在去做这种就跟艺术相关啊，比如说诗歌啊，然后有可能是音乐的这种聚会联盟的过程当中，甚至有可能在你们的冥想的过程当中，你们会触碰到彼此，遇见对方，而且你们都是非常具有热情，对这个生命具有巨大的能动性，也是具有吸引力的。我们这2张卡牌其实能量非常相似，就是我们的主角，我们的女神的头顶有没有正在散出枝叶啊？所以我看到你们过去的一些播种正在成功。也有很多朋友我看到在下半年度啊，你们会有一种愿望更容易达成的感觉。在感情上，你们的许愿、你们的畅想，以及你们对于情感的，如果当下第1组朋友你们对于情感的渴望度高的话，那这个人来的就会更快。如果你们的渴望度低一点的话，我认为你们有可能也会将这股能量放在生命的其他部分，不管是事业、金钱，还是你们个人魅力的这种传达，都会变得更加的快速，以及更加的容易被看到啊，这是非常显性的一股能量。那我也看到，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已经在稳定关系当中了，在下半年是一个脱离绑架或者脱离一个困窘局面的感觉，所以有可能在下半年度你们会更快的去想通一些事情，而且你们将会是这个感情中的主导者。主导者并不一定啊，非得要去比如说主动做什么，主动去追求。我看到这个感情是双向奔赴的，所以有可能你和你的感情对象会建立同样的目标，两个人一同做梦，你们也会抛弃掉或者排除掉旧有的一些误会，旧有的一些能量的压力和阻碍啊。我看到这一次你们将会非常放松的，以及非常的自信的去爱。出现恋人牌的逆位，也有一些朋友你们会遇见情感的选择，或者说你们在当下会有一种我突然有一点累觉不爱的感觉。毕竟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水星逆行的阶段，也有一些朋友啊，随着天王星的换座、海王星的换座，我们在人生的大方向上也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或者说会有
一些变化，我们把它命名为积极的正向的变化，原因是我们想要去显化生命当中非常积极和正向的部分。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的这个阶段，你们将会全情的去马力全开啊，展现你们的魅力。我们看到盛放嘛，我们看到 Page of Wands 权杖的公主，权杖的侍从正在去打开她生命的火焰，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眼神还是目光啊，都是非常积极而有神采的。我认为你们的神采非常容易吸引到跟你们共频的人，而且我看到你们会非常容易去积极的让他们啊看到你们身上非常有光彩的部分，并且进入你们这一个光的共振和光的联盟。所以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在下半年度啊拥有非常明亮然后非常温暖的情感状态。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Justice， 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在下半年度会遇见好的消息、好的事情，有可能你们会遇见正缘，以及有可能有一些跟你们相辅相成的人啊进入你们的生命，你们打算去扩展你们的生命，比如说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进入一个有可能在生命里边更加具有承诺性，更加具有承诺效应的关系。所以一些朋友，我认为你们会容易进入正式的情感关系，你们容易被告白，也容易进入订婚求婚这样的一些单元。我也认为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在期待正缘的话，下半年度正缘容易出现，而且从当下开始，我看到是未来的一个年度当中，有很多朋友你们会遇见爱情。如果单身已久的朋友完全不必怀疑，通过这个卡牌 Starcy 对第一组的朋友是比较有信心的。如果你们愿意前提条件是你们在盛放的时候愿意去接受如此这般的另外一半，我认为你们生命当中是会有非常明显的正缘信号出现的。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们看一下单身的朋友，我们先为单身的朋友看一下世界牌，我们有没有脱单的机遇看一下这边我们的卡牌飞出来，我们看到吊人牌的正位 The Hanged Woman， 我们看到 Queen of Cups。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单身朋友的能量和讯息是什么样的。这边我们这张牌要飞出来 Queen of Swords， 宝剑王后， Knight of Swords。 我们再抽一张牌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有没有 Ace of Pentacles， 然后我们的牌底 Five of Wands， 权杖5号的逆位然后是宝剑6号。恭喜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一定可以脱单我给大家的时间点除了下半年度以外，到明年的3月截止当下是7月嘛，有很多朋友我认为你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脱单的快速通道当中。所以如果是单身的朋友的话，我认为你们的下一段感情是非常积极和非常稳定的。我们看到金币1号甚至联系着我们的这一张 Justice 正义牌，更多朋友你们会有这种可以展现给众人可以去公开的恋情，公开的情感关系。那我也看到很多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下半年度当中会有非常真挚和能量非常稳定的人进入你们的生命。我看到这样的人往往对于情感是有非常高的目标和向往的。有可能第一组朋友你们也是一样，我看到你们是非常宁缺毋滥的人，而且我看到你们的情感，其实你们在情感中的体验一直是在5维度的体验，所以你们非常注重心灵上的连结，你们也非常希望寻找到心灵的伴侣。那在下半年度当中，我认为这样的人会如约出现我看到你们等待彼此非常久了，而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在下半年度呢？因为世界牌我们这个3维度到5维度完成了合一，还有更多有利于我们以及跟我们有缘分的有善缘分的人事物会打破旧有的一个能量循环，打破它旧有的维度进入我们的生命。尤其是越到了年尾当下是7月嘛，我看到是11月、12月，明年的1月，有很多朋友你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遇见对方。我看到是吸引对方，或是相互吸引，而这个相互吸引其实是一种相互的显化。我认为对方也在显化我们第一组的朋友，所以在下半年度当中，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随着你们在完整你们的能量，在转化你们的个人情感和个人发展。我看到你们在更加的稳定，更加的有爱，以及更加的耐心。这样的人会跟着你们的能量相互的去表达和相互的沟通。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我们第一组朋友是不是也要选第二组
我们在看第一组的朋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点口误啊，希望大家包涵一下，包容一下。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在未来这个阶段非常容易遇见相辅相成的人。那遇见的场合是什么样的呢？金币1号，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实实在在的有可能在你们家园的周遭啊，有可能是在你们去办理一些事务啊，有可能是出行的过程当中遇见这样的人。我看到这个感情关系应该不是远距离的，并且这个关系是有一定的人事物的撮合的啊。这些人事物有可能是精灵，有可能是大地的守护神，有可能是你们相互在梦境当中曾经有过联络，你们在相互的许愿。少数朋友，我认为这个人有可能会添加你的联络方式啊，有可能会突如其来的跟你联络，或者过去对方有可能已经心仪你很久了，而在下半年度，特别是靠近年底的时候，有可能会有突如其来的一些邀约呀、问候啊，或者是告白等等。第一组的朋友，有人想要跟你们告白，你们感受到了吗？或者说这样的人他在暗处啊，或者说不遥远的地方正在吸引着你们啊，他也渴望吸引到你们，而且正在有可能是有一种能量的守护和观望的感觉。所以我认为啊，对方的意念是善意的，他们是愿意为爱情牺牲，愿意为爱情去付出的类型。而且我看到他们也非常愿意敞开心轮，给予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非常明显的感情上的这种表达、表示或是承诺。所以祝福第一组的朋友，这个人大家遇到了吗？有些朋友会问啊，他在我的生命中吗？金币2号的逆位，这个人在吗？他是新人还是旧人呢？ Two of Swords， The Star， 我认为这个人和我们第二组朋友有一定的距离啊，当下有可能还没有遇见。也有些朋友他是不是旧人？我看到这个恋人牌和恶魔牌的逆位刚刚出现的，代表了我们是一个辞旧迎新的阶段。所以更多朋友，我看到你们有可能需要选择啊，这个2号牌代表一种选择，但是更多朋友我看到你们会随着心灵的梦想和期待去选择新人，或者更多朋友倾向于这个新的能量是更好的。我也看到有很多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在封锁你们的能量，最近有可能不喜欢更新社交媒体，你们有可能不喜欢更多新的人来接触你们，有可能偶尔你们会停留在这个旧有的情感的漩涡或者说结界当中，没有关系啊。我看到你们正在通过不断的去盛放，不断的让你们的智慧和能量更强大，去抛除旧有的这个能量带给我们的压抑和困扰以及障碍。所以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未来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会发现，你会觉醒一个全然一新的你们，也有全然一新的能量来到你们的世界。我认为这个人也是很愿意跟你们从朋友做起的，原因在于我看到这是一个真挚的爱，而不是说我马上就要得到你，我马上就要跟你发生什么，我们之间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连结。我认为这个爱是非常善意的，所以对方愿意等待，也愿意用非常友善的方式跟我们慢慢的相互了解。那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啊，单身的朋友可以早早的遇到我们的金桃花，并且呢在未来可以拥有非常有稳定状态的啊，或者说稳定的承诺和稳定的关系，建立属于你们的家园。因为金币1号代表一种建立家园，代表时间成熟的时候，你们将会拥有新的可能性，你们也会共同的去发育新的事业，会为了彼此啊增添一个新的公众形象啊，比如说你们是某某某的伴侣，某某某的另外一半或者是爱人等等啊，会有这样新的形象和名词和标签在你们的身上。好，我们看一下那单身的朋友，我感受到大家注重一下年底的时间，那并且对方的星座能量啊，我看到对方有可能偏向于水象和风象星座。那如果是风象星座的朋友，对方偏向水象，双鱼、巨蟹、天蝎；如果是水象星座的朋友来到这一组，对象偏向于风象，水瓶、双子和天平。有可能呢，你们双方的星盘当中带有火的元素啊，或对方的身上有火的能量。好，下面我们看一下稳定关系当中的朋友。先看一下稳定关系啊，再看一下这个暧昧关系或是拉扯关系、断联的状态，好吗？我们看一下稳定的关系。Knight of Pentacles， The High Priestess 有没有？然后我们这边第3张是 Magician。第一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非常的稳定，而且会向着你的想法、向着你的愿望向前进发，所以非常明显，在下半年度当中，你们的感情是稳定而且幸福的，非常的幸福。而且我也看到对方会给予你稳稳的幸福啊，稳定的关系更加的稳定。我看到你们会为了彼此去点亮你们的智慧，而且你们会深层的去思考彼此的需求，而且我看到对方很容易给你带来惊喜。比如
如说突如其来的礼物啊，突如其来的一些旅行的计划呀，然后有可能对方会很贴心的跟你进行一些沟通，以及有可能我觉得这种沟通是心有灵犀的啊，对方很心有灵犀的理解到你的感受，在生活里边不断的去填满你们彼此的需求。我看到这个争吵或者说误会的元素在这个7月，有可能水星逆行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在下半年度当中，你们的感情啊，通过了目前的考验，会越发的稳定，越发的进发下去。也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过去你们经历过一些情感当中的纠葛和一些，比如说是考验，比如说是选择等等。我认为其实这一个7月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点。7月的下半段，我们也进入了这个闰6月。所谓的闰6月，就是我们这个2025年度啊，在旧历上我们有2个6月。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我们的旧历和新历啊，比如说农历和阳历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可能在这个时间不断的向前去排的时候，每19个年度我们就会遇见这样6、7次正在去校正时间啊，或者说去填满我们这个日子的计量方式。所以在今年度我们就遇见了非常罕见的闰6月。那这个6月又出现了一个6月，代表了什么？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再说一遍，再做一遍，再感受一遍，再经历一遍，正好在这个时候再复习一遍，以便我们在未来踏上更好的旅程啊。所以我认为有很多朋友，你们今年的好的旅程在过了7月开始慢慢的铺陈，10月开始会进入真正的一个稳定发展的局势，不管是感情还是事业还是生活的状态。所以非常的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稳定关系啊，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多注重沟通，多注重思考，也可以换位思考，减少某一种疑虑，也减少纠结。特别是过去的事情啊，或者说过去我们曾经吵过的架，其实没有必要再翻过来再吵一遍，因为翻过来再吵一遍还是一样的事情。这边有一张战车牌的逆位，这代表了我们需要向前去走，而不是停留在原地。也有一些朋友，我看到你们在稳定的感情关系当中，两个人都在成熟和发生着稳定的变化。少数的朋友，你们会结束异地啊，你们有可能会走得越来越近，甚至你们会有同样的，比如说我们住在一起啊，我们有一个家园等等。所以当这样的能量发生的时候，我认为对于第一副组牌朋友来说，这是你们盛放，这是你们人生稳定和迎接快乐的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单元。非常的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这张牌飞出来有没有？一些朋友你们会迎接好事啊。Empress 皇后牌，我们代表了孕育，所以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等待好消息的话，下半年度尤其是10月到12月，甚至是从10月到明年3月，有些朋友你们将会迎来，比如说你们一直在等待的宝贝呀，你们有可能会有这种变成人父和人母这个升级的好消息。也有些朋友会在这个下半年度以领养宠物，或者说你们将会稳固你们的家园。我看到能量都是非常好的啊，把这张牌放在这里，皇后和绽放相掩映啊，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人生迎接这个盛放的阶段。我们再看一下啊，在这个拉扯关系当中的朋友，或者说当下是分分合合的，这个能量是如何的呢？我们的感情发展将会是怎样的呢？Four of Swords 宝剑4号的正位，全部都是宝剑啊。今天我们看到是宝剑8号 Eight of Swords， 好，宝剑8号飞出来。飞出来的时候正位啊，掉到地上的时候是逆位，我们就采取逆位放在这里。这边我们飞来的是 King of Swords。我觉得两个人啊，当吵架的时候，当这个关系有点疏离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讨价还价的。所以这个牌其实体现出一种讨价还价，有没有？所以关系拉扯的朋友啊，如果你们想要去修复这个关系，这边我们2张牌又飞出来啊，金币2号，宝剑2号。我认为有一种互不相让的感觉，而你们心里面又莫名其妙的在意对方啊。这边我们看到宝剑王后，这边看到宝剑国王，甚至有一些朋友，对方呢通过社交媒体在意你和关注你。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对方有可能也反向的封锁了你啊，他的表现和行为是非常别扭的。看看原因是什么？我们来深究一下第2牌的朋友，什么样的一股能量在你和对方当中呢？圣杯5号，失落。又有一些盼望，因为圣杯5号我们倒下的3个杯子背后还有2颗，好吗？然后对方呢，缺乏行动能力，渴望被爱，然后我觉得对方其实对这个感情是有期许的，不管这个关系当下是断联了、争吵了，还是暧昧无法推进，对方非常渴望一段稳定的关系，渴望好的消息到来。我们可以看到金币4号啊，是一个国王，好，他已经
随着岁月啊，成为了大地的一部分啊，变成了石雕一般的守护国王。在他的肩膀啊，有一只可爱的蓝色小鸟，我们也可以说是喜鹊啊，这跟我们中华的意象当中的喜鹊非常的相似。所以我看到对方呢岿然不动啊，看起来对方好像也没有什么情感上的漏洞啊，情绪上的破绽呐，就是不说话，但是他在悄然的等待着好的消息。所以我认为呢，有可能两个人都在等待对方主动啊。这边有 Page of Cups， 比如说跟对方去低头言和呀，讲出一些软话呀，或者说两个人可以重新的去温习过去的浪漫、过去的美好等等。但是这个权杖1号代表两个人都行动不起来，两个人都在封锁自己啊。我们看一下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正向的发展。 Six of Swords， Seven of Pentacles， Ten of Cups， Wheel of Fortune， Six of Pentacles。 我们这边看到是 Seven of Pentacles， 金币7号、金币6号都出现了啊。有少数朋友啊，如果你和对方已经拥有了你们稳定的情感关系，我认为当下这个选择就是选择。有很多朋友我认为是过不去这一关的，原因在于啊，大家不要绝望啊，感觉过不去这一关就完蛋了。其实不是的啊，我看到如果想要过去这一关的话，你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去更多的付出，如何去让自己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为自己解决问题，为了周围的环境有可能做出自利利他的很好的一些行为。有少数朋友，我认为对方非常想要给你一个承诺，想要跟你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园，但是他卡在了某一个阶段，他觉得这个关口过不去了。我认为这个过关口的阶段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度当中扮演。有少数朋友，你们会有一些沟通，但是很难去直达这个问题的主题，你们都在规避一些什么，比如说避而不谈呐，不敢去谈一些什么。我认为对方非常想要去给你一些好的东西，去给予一些好的回忆，所以他会跟你产生一些邀约。如果断联的朋友，我认为你们在下半年度非常容易复联，特别是最近水星逆行啊，或者说到了这个10月左右、12月左右，都是一个复联的阶段，有一种旧情要复燃的感觉，但是有那么一点点火焰还没有燃到我们这颗木桩上，这个火焰是没有燃起来的。但是我看到其实这边是有一些重要的啊，两个人要重新开展感情的势头。如果是暧昧关系的话，我认为有可能这个关系受到了周围人士的一些左右，比如说家人，比如说事业，比如说周围的友人等等。那我们在意见上，我们在三观、价值观念上，有可能多少会有一些偏颇，那甚至呢也会引发我们在这个感情关系里边的一些不安全感。那我认为在这个暧昧和拉扯关系当中的朋友啊，这个关系的发展是一种反复的状态。那并且呢，有可能宇宙正在吸引你们，让你们去摆脱掉一些复杂的，而且是有毒关系啊。我们这边看到有恶魔牌的逆位，有 Nine of Cups 圣杯9号的逆位，权杖往后的逆位，这代表了如果这个关系让你长久的发生了不满，让你产生了非常多的嗔恨、自我怀疑，甚至有可能会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去脱离掉旧有的一个身份，大胆的向前去走。这边有张审判牌，有一张 Seven of Swords。有些朋友，如果你们觉得需要给这个关系一个 closure 的话，你们可以去跟对方谈一下，你们也可以去摊牌。有少数朋友，如果这个不满已经积累到一个顶端了，我觉得你们需要让自己静下来，好好的去重温一下旧有的这个过程里边啊，在旧有的一些回忆当中，这个关系是否值得我们去给予更多的时间，给予更多的耐心。因为我看到这个关系是一个长久的拉锯战。也有一些朋友是暧昧关系，然后会问啊，要拉锯吗？因为我刚刚认识到这个人。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在过去的3个月或1个月刚刚遇见对方的话，这个人是你的一堂感情课，他是跟着你的就业力来的。所以如果你们打算丰盛啊、绽放啊，我看到会有新的人出现。那也连接到我们的主题啊，是新人还是旧人呢？我认为在第一组当中，新人的能量是非常好的、非常旺盛的，以及他有可能更适合你，他有可能和你的爱情更加有光亮、更加有前景。那如果是旧人的信息的话，我认为对于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来说，好旧人他是你的一个灵魂伴侣，你们在过去的仪式有着非常好的承诺和非常好对于对方的陪伴，但是你们有可能在缘分上面就少了一个字，比如说有缘而无分，或者有份而无缘等等。所以在这个阶段啊，大家有可能会有一些周折。如果一些朋友会说我怎么样都忘记不了这个人，那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去等待一下未来的
半年之后，比如说明年的1到2月到3月，是不是有一些翻转？还有就是 Starseed 经常口误会说到第二组，所以如果关系有拉扯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第二组的信息是不是跟自己能量相对应，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和指引的。我认为大家如果心中有一个所想的对象啊，他是你的灵魂伴侣，没错。我们看到圣杯3、圣杯2和星星牌，他有可能和你在其他维度曾经就是非常美好的一对伴侣，你们非常登对。但是呢，无奈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和对方当下这个人生轨迹有着不一样的规划，有可能是灵魂的任务，有可能是个人我们这个小我和本我的想法不一样。我看到这个人他有可能也非常的执拗，甚至他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就是不松口，就是不松手。所以我觉得在最近这个阶段，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可能会感觉有一点辛苦和困难，但是比较好的就是我认为你和对方这个冰封的状态有可能容易化解，或者说这个封锁呀，或者说联络不良好的状态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度有一个积极的进展和改变。然后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如果你打算爱这个人的话，你们需要更多的疗愈和肯定自己，你们需要不断的抱抱自己，给自己很多加油和打气。我也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也需要去充实你们的生命和生活，让你们的事业，让你们的情绪，让你们的个人状态和磁场都在一个比较旺盛和比较博大以及比较闪光的状态。我认为如果有这样的状态的话，你们会盛放，那什么样的人都想接近你们，更何况是曾经爱着你们和欣赏你们，看到你们身上美和光的人呢？所以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在情感当中顺利和顺遂。好，我们为这个关系打结的朋友看了很多牌啊，这代表了什么？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其实这个打结的关系或者卡住的关系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那么如果这个卡牌的牌象非常简单，这代表了有可能这个能量是非常清晰的 Starseed 也会直接把信息传递给大家。那如果 Starseed 一直在抽牌和帮助大家去看这个当中的信息是什么样的，这当中有很多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啊，或者说深入探讨的一些情况和条件。这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帮助到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希望大家在情感上都顺利和幸福。那在星座上呢，我看到呢分两组啊，一批朋友你们是风象星座，水瓶、双子、天秤座。那也有一些朋友我看到你们是偏向于水象和火象星座的，在水象和火象星座当中也比较凸显出变动星座，所以说双鱼座和射手座的朋友比较多，也有处女座和双子座的朋友来到这一组。那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我们最后看一下在感情当中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你们在一个盛放的阶段啊，千万不要忘记了你的能量在盛放，就像花朵会迎来春夏秋冬的四季啊，在这个夏季的时节，你们就是在盛放的时候，所以抓住这个美丽的时间点。我们第一副组来的朋友，你们值得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身上积极和正向的频率，并且呢，我看到你们可以让自己更加快乐和更加释放一些。第一张牌我们可以看到宇宙给我们的建议是欲しいものを明らかにする，好吗？就是我们想要的事情，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去做的规划和显化，要明确的呈现出来。所以很多朋友，我们这边看到我们的女神在做记录啊，在写显化日记啊，在做这个笔记啊，在贴这个便签，有可能在写下我们的一些需要记忆和注意的部分。第一组的朋友啊，最近是一个显化和播种的好时节，你们可以更加明确的将你们的播种，将你们的愿望，将你们想要的，比如说我想要一个伴侣，他是什么样的状态，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跟我的感应，或者我们是什么样的连接等等，清楚的写下来。大家不要担心，这不是你在写小说，这不是你在杜撰，而是你在通过你的方式去创造你未来的人生。你有更多朋友，我看到有可能最近你们会有很多的日程要安排，你们可以清楚的去安排一下你们每天要做什么，每天的规划，甚至是你们的三餐，然后有可能是你们的生物钟等等，这有可能会帮助你们去调整你们的能量，去共频和对应到未来你要去显化的这个结果。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已经做好了这个显化，你们已经写好了很多感恩日记，千万不要忽视每一天一点一滴，我们要向着这个方向去做。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并不需要去更多的做什么，我认为去安排好你们的日程，安排好你们每一天的起心动念啊，感知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带给我们能量就足够了。第二张我们看一下月相卡给我们什么信息，我们抽到的是 New Moon in Gemini， 好吗？我们在双子的新月啊，在这个6月初我们已经迎来了双子的新月。我们看到的信息是
think it through， 好吗？就是考虑清楚它。这两张牌有没有？都是让我们考虑清楚。这边是 akiraka ni suru 啊，好，就是明确的把它做好规划。那这边是 think it through， 好吗？就是把它想清楚，把它想明白。所以这边连接到我们的主牌啊，我们的女神有没有？或者说一些朋友你们是神圣阳性能量，男生朋友来到这一组也是一样的啊，共同的对应。我看到你们需要打开你们的顶轮，敞开你们的畅想力，敞开你们的跟宇宙的连接，以及有可能你们需要发散思维，你们需要去允许自己大胆的想象和大胆的显化。所以我认为很多朋友你们会在最近这个阶段有一种成长，就是你突然搞清楚了，有可能最近这个阶段你在经历什么，你的人生在需求什么。更多的朋友，我认为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会越来越发现，过去的许愿和当下的事实会很明确的连接到一起。而且也有一些朋友，我认为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会发现，你对于情感，你对于伴侣，你对于另外一半的这种要求和理解会变得更加清楚，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有可能会沉迷于暧昧，有可能会迷恋一些人，也有可能你们会停留在某一个情况和状况底下。但是在未来这半年，也是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向前行进的阶段。我认为你们非常聪明和灵巧，而且你们通过聪明的去进行一个自我的能量的补充和形象的经营，会让周围人更加明确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样的爱，而爱你们的人恰巧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明确的理解你们和给予你们需要的东西。这也是我们显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自然的被爱，我们可以自然的被理解、被尊重和被支持。所以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这个阶段头脑聪明，能量通达，然后可以跟宇宙进行不断的链接，显化出生命当中明确的美好。祝福大家在情感上顺遂和美满，也祝福大家拥有非常甜蜜和圆满的情感，在这个三维世界经营好我们的生命，经营好我们的爱情、我们的事业和家庭。祝福每一位朋友。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学习和连结，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一颗铜铁矿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2025下半年的爱情预言。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情感发展运势和趋势是如何的，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二组牌的朋友取得需要的讯息、能量和疗愈。好，对应我们的一颗铜铁矿石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第二组的朋友，我们看到的讯息是2号牌 Liberty， 我们看到是自由和自由权我们可以看到图中的女神，她正在打开她的长发，然后正在连接星空然后在这个星空的轨道上，我们可以看到云，我们可以看到弦乐，我们可以看到淡淡的星星，以及正在被星星吸引，马上就要飞离牢笼的白鸽。那这套卡牌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思维和整个的思想能量是比较高频率的，你们的顶轮敞开的程度也非常的大。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是星际的种子，星星的小孩，有可能对于爱情这件事情你们更多的会随缘，而且你们在内心当中非常追求灵魂的自由、灵魂的成长以及跟宇宙的连结度。往往这样的你们是非常吸引周围的人的你们的身上有一种天然的神秘浪漫的气质，有一点像仙女或者是王子这样的形象。也有很多朋友看到你们的 aura， 你们的光环会散发出这种淡金色、淡蓝色的气场。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喜爱文字，然后喜爱艺术，或者是喜爱文学等等，喜爱歌唱，你们会用你们的方式跟这个宇宙连接。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个女神的发坠当中有一只白鸽马上就要受到星星的吸引，飞离过去的牢笼了。很多朋友在下半年度，你们在情感这件事上会取得思维上更高程度的自由，你们会更想得开，你们也会在内心当中更加热爱去追求属于你们的自由，属于你们的天空。也有更多朋友，我看到你们会释放掉旧有的一些情绪压力，不会把自己困在
原有的环境和空间当中，你们会向前移动，会为自己创造更加广阔的灵魂发展的脉络。所以我看到啊，有很多星星，就是跟你们有心有灵犀的感召和连结的人，将会进入你们的生命，也将会懂得你们啊，跟你们靠近。我认为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气质，有可能你们的生活当中有其他的梦想和忙于的事物，但是无疑啊，你们在生活当中已经不经意的吸引到很多人的关注，而且有可能一些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拉近跟你们的距离，甚至呢，有可能会跟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取得更多的连接及更多的往来。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这张卡牌当中反映了一个信息啊，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的下三轮、太阳轮、脐轮和海底轮是有点阻塞的，因为我们卡牌当中这个画像有可能也比较巧合啊，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的胃部到小腹这位置是有点阴云团在的，所以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在今生啊，有可能一直在寻找心灵的归属、心灵的自由，有可能你们比较怕太过于有束缚力的关系，也有些朋友你们在情感当中非常追求相互的理解和相互的信任，那一旦呢这种信任和理解被打破了，有可能会从侧面改变和影响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的交友观、价值观和情感观念等等。不过比较好的就是你们正在释放旧有的业力，所以在下半年度当中，你们会更自然的想得开，让自己走得稳。然后看到很多朋友，哪怕你们独善其身，也会让自己周围的能量场和空间场是非常洁净。你们会容易吸引到跟你们对频的人，而且有可能在不经意之间，你们周围的人事物会给你们带来非常神奇的信息，让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可以遇见乃至于连接到啊，跟你们真正在灵魂上、在心灵上有缘分和有感知的人。好吗？这是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的整体能量。我们看一下副牌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啊，彩虹瀑布啊 ，Rainbow Waterfall。我们可以看到 Miracles， 奇迹正在发生。这是31号。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看到你们在过去一个阶段积累了非常多的，可以说是福报和福德，以及你们有可能呢，在过去的一个阶段做了很多的优秀的好事，帮助周围的人，帮助这个三维星球。所以你们周围总是有扬升大师和指导灵的陪伴以及指引，在你们的事业当中即将到来奇迹。所以很多朋友有可能你们会在下半年度当中越来越发现，在不经意的阶段你们会走向一个奇迹，有可能很多人在等待你们的回归。在灵魂的层面啊，也有非常重要的我们灵魂的眷属和灵魂的家人正在等待着连接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只要淡淡的稳稳的再向前走一步或者走几步就好。有更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内心当中的疑惑将被解除，关于什么是爱，什么是稳定关系，你们是否能在感情当中寻找到安全感，这个安全感你们会自己给予自己，你们会释放自己旧有的限制性信念和想法，在感情当中也会通过这一层改变而去创造人生当中非常强烈、非常高光的奇迹和幸运。我们在卡牌当中看到这个1、2和3的数字，这也代表了很多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将在下半年当中有一个新的开始，迎来一个新的阶段和转折，也代表了很多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会发现你们身上的能量和光斑在逐渐变得与众不同。那有更多呢更重要的，以及跟你们的这个连接啊，有可能更加深厚和深远的灵魂将接近你们。我认为你们离真爱还差一小步，或者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稳定关系当中的话，你们离稳定的经营这一段情感迈入下一个阶段还差那么一小步。但是比较良好的就是第二副组牌的朋友，随着你们的脚步啊，一步一个脚印向前去走，你们会自动的、清醒的、清晰的去显化出这一次的奇迹啊，并不需要我们太费力量，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waterfall， 这代表了我们可以 effortless， 我们可以不过度的辛劳，在宇宙的加持和陪伴以及保护之下，显化出我们的奇迹和幸运。所以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在感情上是圆满的，是舒适的，也是能够充满奇迹和心动的感受的。好，我看到你们会有这种很心动的瞬间，或者有人会为你们而心跳，有人在为你们而心动啊，有这样的信息。好，我们看一下第二排的朋友，我们在下半年度当中情感的整体能量是如何的呢？看一下卡牌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好 ，Six of Swords，
Seven of Swords。好，宝剑6号、宝剑7号一起飞出来了。我们继续洗牌看一下下半年度的情感是怎么样的。好，我们又飞出来2张 Six of Cups、Five of Cups。我们的卡牌是洗的，就是一直在用嘛，所以是洗的比较完整的。那我们的卡牌是连着的啊，宝剑6、宝剑7、圣杯6、圣杯5。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要飞出来，关于我们的情感发展。The Sun 太阳牌，我们再 clarify 一下 Eight of Wands and the King of Wands 好吗？权杖8号，权杖国王。这就比较明显了啊。第2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在过去一个阶段啊，为了情感有一些徘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宝剑6号跟我们的主牌的人物牌也非常的相似，有没有？或者是宝剑的7号，因为我们的主角，我们可以看一下1、2、3、4、5、6、7、8，好，有8根发簪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6、7、8的数字在这个当中体现。很多朋友你们是风象以及偏火象的星座在这一组，水瓶、双子、天平、金牛、狮子、射手，或者说你们的另外一半以及未来这个对象啊是偏向火系的人。我看到你们在过去一个阶段有点卡住，不过当下是一个顺利过渡的阶段，你们会渐渐的放下旧有的一些执念和思索，你们也会从一些不自信啊，或者说没有安全感、不确定的场合和状态当中将自己释放出来。我认为第2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的下半年度，你们会愈加的在情感当中找到属于你们的舒适区和自由的领域。如果过去你们一直是付出型的、被动型的、等待型的，或者你们在情感当中不得不选择啊，一个人去等待很多，然后一个人承受很多，一个人在心里边想很多。我看到这种孤独感，这种不被理解的感受，或者说这种纠结和这种算是情志啊，就是滞在我们的心轮上，滞在我们胸口的一团云会渐渐的散去。我认为第2副组牌的朋友，有可能这些情节跟过去的某一些我们的情感经验有关。这些情感经验有可能是我们儿时的经验，有可能是我们内心小孩的一些经历，也有可能是关于我们的初恋呢，我们之前的一些感情体会。这会让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在情感上有的时候时而无法原谅这个经历，时而有的时候会徘徊啊，然后会感叹呐，或者会产生一些不自觉的悲观消极想法。我认为第2组朋友，你们是诗人，你们身上有一定的艺术气质，所以一定的悲观力啊，其实是你们对待爱和美，你们对待圆满的事物的一种终极追求。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会出现如此完美的人和完美的连结，但是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你们的精神追求会把你们带到灵性成长的空间当中，寻找你们内在的个人的圆满。而这边比较好的信息就是徘徊了一阵子，离开了过去一段时间的纠结恐惧，或者说是被一些思绪干扰的情况啊，我们第2副组牌的朋友将会走出属于你们一片自由和快乐的天空。所以这边出现太阳牌也代表了非常温暖的气息，有非常积极的，然后非常让我们快乐的真相，然后有非常让人欣慰和充满感恩的瞬间将出现。为什么？因为这个即将照亮你的人马上就出现了。我们看到权杖国王，不管男生女生啊，阴性能量、阳性能量来到这一组，你将会遇见非常阳光积极、有领导力、有眼光和有水准的人啊。这样的人也将会很快的将你从旧有的这一片领域当中带动出来，让你看到新的世界。这个人身上也有一个8号，我们可以把主牌认知为这个牌其实蛮像一个宝剑8号的，我们也把它命名为以自由为牢笼的我们个人的某一种成长的局限。好，而这边我们看到权杖国王和权杖8号我们听到牢笼这个词，我们第2排的朋友不要担心所谓的牢笼有可能只是你们的舒适空间，你们的一片区域罢了，但是我们即将要迎来一个新的冒险。所以有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在下半年度当中会感受到有快速的非常有激情非常热情的人来到我们的世界，也有一些朋友会有异地的恋情或者说异地的相见然后这个情感来到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我认为有人正在快马加鞭的赶到你们的世界当中，拯救你们于当下的这种无形的困顿也有少数朋友会是拯救你们于水火，好吗？我认为第2副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状态并没有如此的低落，当下你们的这种状态也往往是你们个性当中的某一种魅力、一种神秘感和一种
袈裟或是保护能量团。我认为在第二副组牌朋友的未来，你们将会很快的感受到生命在发生的转换，将你们带动到一个新的领域去。如果在稳定关系的朋友啊，也一样，你的另外一半有可能将会用更加耀眼的方式让你和他的关系充满了激情以及充满了自由。我也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将会和另外一半相约出行啊、出游啊、旅行等等。总之，这个世界啊，这个三维世界其实也是非常广阔的，我们可以在很多不一样的空间遇到奇迹。也祝福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可以在下半年度当中感受到你们的情感、你们个人的感受力、你们跟对方的连结，或者说如果你们是单身的话，你们对于情感这件事情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完全不同的蜕变。我也看到啊，还是一样。虽然我们总是在讲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啊，我们的心灵承载的状态啊，会影射我们的外在世界，但是无疑我看到有非常优秀和带着光亮和光彩的人，会提高我们的这一层能动性和可以说是行动力，也会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在情感当中我们将会有一层新的与众不同的体验。非常的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这个牌的信息也非常连贯，我们可以看到5、6、7、8的这些数字，这还是一样啊。我们牌手是1、2、3的数字，有没有31号、2号？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数字连接起来。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将会踏出当下的一步啊，离开过去的一个舒适区域。你们在情感上将会有翻天覆地的新变化，而这些变化是顺应着时间，我们在一步一步成长的，它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也并非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是我看到，当你们的福报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你们想要拥有的，你们想要去拓宽的，想要去实践的事物，即将来到你们的生命啊。好，我们再分当下不同的情况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如果我们是单身的朋友啊，我们先为单身的朋友来看一下，我们下半年会脱单吗？这边有一张牌飞出来，圣杯的国王飞出来。好 ，King of Cups， 看一下我们有脱单的机遇吗？好 ，Four of Swords in reverse，Nine of Swords in reverse。看一下啊 ，Wheel of Fortune in reverse。Devil， 我看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这边有一个 loop， 就是你们会有一个循环的被卡住的能量。这个能量来自于什么啊？我认为是旧有的人、旧有的经验给你们带来的某一种束缚，有可能你们还没有从过去的某一些情节当中走出来，有可能你们当下还在等待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件事情的回响。那这样的一些想法呢，有可能会反复的将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带到同样的一个情感状态当中。也有我们少数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我认为是旧情难忘，有可能某一任前任给你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你们在当下自觉还是不自觉的，有可能还在等待着这件事情的解答，在等待着对方的某一种回应或这个事件真正的一个 closure。 也有少数朋友，我认为你们受到了一定的情伤，有可能在过去的阶段或过去式啊，感情给你们带来了比较沉痛的某一种考验。当然在情上我们要度过的考验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关嘛，我们如何战胜我们小我的啊，或者说本我的自私的欲望等等，能够将无限的然后比较超然的大爱传递到这个世界，这永远都是我们人类的课题之一。那这边出现的恶魔牌，我认为不管第二副组牌朋友你们是不是已经向前走一步了，如果你们有前任的话，我认为这边有一个前任正在显化你，所以有可能让你的脚步啊非常的慢。当你想要向前去走的时候，你总是不自觉的偶尔想要回头一下，甚至心里边有的时候不是滋味。原因不在于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是多么的执着，有可能呢另外一个人在显化着你们，让你们有一点动弹不得，不能往前去 move on。 那这个脱单的信息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在当下一直是单身呢，没有前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你们需要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健康和比较完整的发展空间和交友空间。我有看到有一些朋友是比较闭塞的，有可能我们比较少出家门，或者说有可能我们的生活几点一线，我们没有太多的热情去真正的交往和连结新的对象。
我还看到比较强烈能量是一种暗恋呢，所以我们第二排的朋友有可能在心中默默的等待着某一人，或者说暗暗的有一点芳心暗许啊，或者说有一点倾慕和恋慕着某个人，这也会让我们的脱单进程会有一点慢。如果都不是的话，我们看一下啊 ，Justice the World 世界牌 ，OK，Three of Swords and the Lovers。and Three of Pentacles，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情感将会在未来的3个月开始，现在是7月嘛，也就是说10月开始，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生发。好，你们有新的桃花，你们有新的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可能是你的工作同事，有可能是你的合作伙伴，有可能是下一个阶段你的同学啊、同窗啊、邻居等等，他会成为你真正的情感可能性来到你的世界，你们是有 options 选择的，好吗？那我们第二个牌的朋友有恋人牌，我认为你们在感情上会有心跳的经验和经历，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恋人牌和恶魔牌叠加在一起，有很多朋友我看到你们是非常具有吸引力和魅力的，有可能周围有人暗恋你们，以及想要去透过一些人事物去了解到你们，甚至有可能呢在偷偷的打听和观察着你们，但是我看到这个意念呢是非善非恶，非好非坏的，它产生于一种自然的好感和吸引力。第二组的朋友也有一部分的人群是公众人物，所以你们有可能经常去展现自己啊，比如说在社群媒体啊，在周遭，所以我看到自然而然的会吸引一些人的注意和追捧。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对于你们来讲脱单其实并不难，但我看到对于你们来讲爱情其实是一个很深重的课题，有可能你们跟某一个特定的灵魂和一个对象有着深重的缘分的连结和灵魂的契约，所以对待感情这件事情你们需要比较沉静下来，沉稳下来，反过来呢来滋养自己和无条件的爱自己，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你们的情感发展会顺遂一些。这边也有些朋友我看到很多大牌，所以脱单这件事情啊，第二组的朋友有可能会比较慢，但是一旦脱单了，对方会是比较长久的稳定的对象。所以也有很多朋友我看到对于脱单这件事情呢，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就是不盲目的快速的做选择，哪怕我们当下在显化，我们需要再重新的这个 double confirm 一下，是不是我们在显化的这个目标和我们人生完全的目标终极的目标可以是吻合的。有一些朋友你们的终极目标是我要去完善一个事业，然后我要去享受生活，我要去体验生命当中的爱和美，那我们当下想要吸引的对象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吗？是否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为我们的共同的这个目标发生很大的助力，还是会阻碍以及卡住我们内心当中的自信，卡住我们内心当中的自我感知和自我理解力呢？这是反向的一次问讯。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宇宙接到了你们的下单啊，接到了你们的 order， 但是有可能需要再重新的确认一下我们第二组组来的朋友，你们到底需要和需求的是什么。我也认为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在下半年其实也比较容易遇到一些偏桃花，这些偏桃花不一定会完全的就是正式的成立为恋情，但有可能会在你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些朋友会说，这样的人会不会是那种会欺骗我啊，或者说会带有很大的这种比如说负面能量的情感。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当你们非常在意和注重你们的情感是否是正面的，你们积极的想要去建设一个正面情感的时候，那没有关系啊，在未来这个阶段，我看到对方和你的情感连接将不会是不健康的、有毒的，或者是经常是多角恋情啊、秘密的，会让我们的心灵承受压力和虐待的，不会。但是首先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也要反向的去真诚的治愈自己和真诚的热爱以及信任自己，你们将不会让自己再重新的陷入过去的一些轨道当中。我认为有非常积极以及非常有责任感和行动力的人将会出现在你的世界，对方的身上有着神圣的这种大天使 Michael 或者是治愈大天使的信息和能量，不管对方是男生女生。那出现的具体时间点呢，我认为从10月到12月之间是有一个桃花的节点，所以很多朋友可以在这个时候去社交一下，去周围来感受和连接一下身边的对象。当然有更多朋友啊，如果你们今年我看到你们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有一点分身乏术。对待脱单这件事情呢，有的时候想要脱单，有的时候是心不在焉的啊。所以这也根据我们第二副组来朋友当下的你们的个人生活的轨迹和你们当下的实际的
活安排啊，来共同配对，好吗？来共同的去相应一下，这是对于单身朋友的信息。第二组朋友，你们是有桃花的，但是我看到这个桃花的信息有一点纷繁复杂，或者说有可能这就是你们的，就是喜爱你们的人和支持你们的人带来的桃花信息，所以每个人的意念是不同的。但是我也看到第二组朋友，你们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脱单对象在不遥远的未来出现，对方的身上有国王和权杖国王的气质，以及如果对方是一个神圣阴性能量的话，他会是一个比较有责任感、有挑战欲，然后并且有领导力的这样的人。我看到对方有可能是主管，或者他是一个老板。我也看到这个人有可能他在远方游学或者工作，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验。我也看到第二组朋友啊，对方其实对于你是非常热情的，以及非常主动，非常具有承担力和我们所讲的责任感。好，这样有魅力的对象将会是你未来的脱单理想人选啊。把这个信息也带给大家，偏向火象的特质和土象特质。好，我们下面看一下，在稳定关系当中的朋友能量是如何的呢？看一下稳定关系当中的朋友，我们的能量是如何的？好，金币的4号 ，Four of Pentacles。好，继续看一下啊 ，Two of Swords， 宝剑2号的逆位。Five of Pentacles， 金币5号的逆位。好，我们这边牌飞出来了啊 ，Five of Wands in reverse。我们有没有看到4号、5号牌是比较多的？看一下稳定的情感关系是什么样子呢 ？K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牌。我们再 clarify 一张卡牌，看一下稳定关系是如何的。Two of Cups。好，下半年啊，我感觉在稳定的关系当中有一点点就是险棋的感觉。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很多朋友在下半年度当中有可能会为了生计，比如说家庭啊、金钱财产啊、各自未来的目标而发生一定程度的意见的不同。那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在整体下半年度当中有可能也会因为比较忙碌而疏于沟通。我也认为有少部分的朋友啊，你们主要的问题重点其实 focus 在关于金钱、关于资产的运作，有可能也是你们对于未来目标有可能正在有一个深层的调整。这边有2张2号牌啊，这代表了很多朋友你们的意见有可能并不统一，或者你们有可能也缺乏一定的沟通，有可能你们会按照自己的感觉和感受去做一些事情，反而忘记了换位思考，忽略了对方当下在想什么。也有一些朋友是对方忽略了你在想什么，好吗？那在经营这个稳定关系的过程里边，我看到有一点是比较珍贵的，就是你们如果是团结的，你们可以通过你们的爱和努力去化解一切。如果你们是无法团结的，有很多时候你们会2个人走到2条路上，但是每一条路啊都是一个5号牌的逆位，代表一种转折，也代表了一种丧失，也代表了有可能我们需要在这个5号牌到来的时候发生我们的转换。比如说，是不是最近我们一直都没有沟通，我们需要一个时间好好的聊一下。是不是我忽略了对方有很多对我做的很好的事情，忘记了感恩，忘记了跟对方去互通有无一下。我认为这个浪漫的打造以及这个情感的流通是在下半年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不然很多第2个牌的朋友，你们的感情将会变成一种凝固的固体，我们需要让它像液体一样流动起来，像水一样不断的流通，不断的滋养，也能够滋养到我们的心田深处。我看到有很多第2个牌的朋友，你们其实在内在是比较独立的，甚至你们很怕跟对方有太过度深层次的这种交流，反而影响和打扰了你们内在的平静和宁静。也有些朋友你会觉得跟对方的连结当中啊，好像总是有一道墙，缺了什么，差了什么。我认为缺的是一种共情，或者缺的是一种放下心来的交流。或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已经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是常年的稳定关系啊，老夫老妻啊，
甚至都忘了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去接触。那我认为在下半年度当中，有可能一些议题会重新的浮上水面，让我们重新的去了解、连接和沟通起来。并且我认为，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觉得在关系里边非常的辛苦，你们觉得一直以来付出的比较多，而对方付出的或者说回报的相对来讲比较少，那下半年其实也是一个重新回归自我、整合能量、摊牌的时候。这个摊牌并不是争吵，有可能只是在内心当中明确了你们想要什么，并且大胆的可以让自己拥有一份自由和空间去追求。比如一些朋友有可能在生活之外去发展你们个人的一些事业，发展你们的兴趣爱好，有可能重新经营你们的社交圈和交友圈等等。我看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情感关系其实是按照你们的能量来的。有更多朋友，我认为你们的情感关系是非常稳定的，只是有可能偶尔需要我们去学习和蜕变出一些全新的视角和全新的技巧，能够让这个关系的稳定程度不断加深的基础之上，也可以让我们去摆脱某一种循规蹈矩的压抑感。所以我看到在这个过程里边除了责任，或者除了去告诉对方什么是对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经营这个生命以外，除了传统的家庭，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跟下一代的相互的教育，我们跟上一代之间的供养关系等等，我们也需要腾出空间给自己一些适度的放松和可以去爱自己，可以去回归自我的时间点。我认为当你们可以让自己透一口气的时候，对方也会用同样的方式首先是学习你们，让自己也放松下来，再者就是用你们想要的方式来爱你们。所以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在稳定关系当中可以寻找到进一步成长和相处的智慧，也能够非常顺遂的跟对方呢产生比较良好的交流，有品质的质量的好交流在下半年度当中流通开来，好吗？也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的关系已经非常稳定了，我认为你们的关系就是涉及到建设家庭，涉及到我们刚刚看到教皇牌和国王牌其实也涉及到比如说要不要传宗接代要不要有一个宝贝我们要不要为对方负责。我认为很多朋友你们将会发现就是在下半年度到来的时候，你和对方都会变得更加成熟。而且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等待好消息的话，我认为对方在深刻的思考跟你们的关系发展的这个结局和结果比如说是不是应该 happy ending 跟对方去求婚，跟对方有一个承诺，跟对方走到一起，那这个议题也会浮现出来。所以在这里也非常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在情感当中慢慢的成熟和成长，然后相互的滋养，取得非常良好的情感的回应，好的消息以及好的发展。我们再看一下情感拉扯的朋友，当下在暧昧关系然后在不稳定的关系断联当中的朋友，情感的发展是如何的呢？我觉得第二组朋友在这一组上体现的能量是，你们其实在思考感情，但是感情其实往往不是你们生活的第一要位。有可能你们当下正在琢磨着寻找着自我成长的空间，你们当下正在疗愈自己，或者说更多的朋友你们会把事业把你们的人生当中其他的一些事项放在感情之上。所以这边我也感觉到很多朋友你们在感情上是有一点分心的，这个分心并不是说不专一而是无法特别的专注，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再看一下，如果关系在拉扯当中的朋友，这两张牌弹跳出来女祭司和塔牌飞出来。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你们的关系卡住了，在恋人牌的逆位上金币国王和圣杯王后被卡住了，不上不下。你们既要去平衡你们的爱，你们对于对方的好感，又要去平衡现实和物质当中的东西，所以这让这个关系被叠加了非常多的所谓的必要条件，也让这个关系变得很复杂。其实当你们相互吸引之初，这个关系是简单的，只是因为相互的喜欢。但是一旦就谈到感情，谈到爱，谈到未来这件事情，我认为两个人其实都有自己无法去解开和无法去控制的部分。这边呢，宇宙在提醒我们，我们在关系里边可以让自己间接的慢慢的静下来。那并且呢，如果当下有一些纠葛的话，以平静的方式去对处是最好的。化干戈为玉
玉帛，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它变成玉帛呢？我认为从女祭司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秘的智慧，通过我们内在的稳定性去调整这个结构，也让一些我们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我们恐惧发生的事情，不在我们的世界当中真正的发生。所以我认为有很多朋友啊，在感情当中，如果你们最近在吵架，如果这个关系是很暧昧的，没有发现一个前景的，先不要急，也先不要让自己先去预见一些悲观的结局和结果。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完全可以通过内在的稳定性，去掌握更高级的能量，变成一场属于我们的显化。看一下，如果有一些朋友在最近是断联和卡住的，我们这个关系有前景吗？ Devil, the Fool and Ten of Pentacles， 这边的感情其实就是牵涉到的是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家族利益，有可能是双方的荣誉等等，所以这边总是缺少一些什么，或者说你们缺少一个决定的要素，让你们可以坚定的选择彼此。但是我认为在这个牌当中也可以看到两个人都不想放弃，就是不甘心、不愿意、不舍得放弃那种感觉。那第二组的朋友，其实在这个感情的拉扯当中啊，下半年度当中拉扯会继续，而且更多朋友我认为愈是爱之深啊，愈是恨之切。你们有可能会感觉到，在感情的发展当中，你们会更想要去掌握这个关系的先机，然后两个人呢是不分上下的，或者你们有可能分不出一个孰高孰低。我也认为这个关系里边如果有多角恋情的话啊，这个多角恋情的状态有可能也会是你们的关系发生一些矛盾和转折的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索。不过我觉得一些朋友，你的关系会断裂吗？无疑啊，我觉得在这个7到8月是一个重点时间，因为最近也是水星逆行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点一些关系没有断裂的话，你们的关系有可能将会被平稳的解决，并且有可能会走向一个良好的结果。所以更多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在最近这个时间段稍安勿躁这2个月。如果这2个月呢，我们可以在情感上平衡我们的心态，也算是一种爱情修炼啊，有可能反而在未来一个阶段会取得非常良好的回应、回报和结果。我也认为有一些朋友，你们在情感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如果是暧昧关系，你们会有一定的怀疑，你们会觉得这个人缺少一些什么，或是怪怪的，或总是缺少一定的承诺感。那我觉得第二组朋友也需要去多观察一下对方的生活、对方的作息和状态。那在我们的情感以外呢，也用比较智慧和比较理性的思考方式去理解对方，好吗？因为我看到有可能一些感情也存在着一定的期满。不过啊，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讲，并非是所谓致命的，好吗？只要你们的心是平衡和平静的，是属于自己的，有什么样的事情会真正的打破你们呢？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显化呢？第二组的朋友，宇宙希望我们在未来这半年，甚至在明年3月之前，可以非常稳定我们的物质世界，并且可以通过这种稳定性去显化出我们情感当中的丰盛和丰沛。所以一些朋友，你们可以还是一样啊，把你们的注意力和重点先放在事业和自我发展上。感情呢，如果当下是一种忽好忽坏的状态，我认为这个感情一定还是会继续下去的，因为这个吸引力还存在。所以当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整体的下半年情感牌的时候，我看到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和前任之间还是有一些纠葛，那这个纠葛不管是断联一阵子的，还是你们的心里边依旧有这个人，还是有可能你预感对方会回归，这个纠葛还在呈现，这有可能也会从侧面影响我们。比如说我们第一步看到的是脱单嘛，有可能会影响我们下一个桃花到来的时间节点和频率以及速度，所以也把这个信息送给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当然选择权在你们的手上啊，我认为如果修炼这一段爱情的话，一定是让你们去找到这个女祭司，就是找到内心的阴阳平衡，并且也可以通过你们个人独立的能量去觉醒自我，而且取得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再一次合作的权利。因此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感情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和完整，也不乏是一个好的结果，或者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好的影响，好吗？最后看一下在整体的情感上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宝剑1号、金币7号、恶魔牌。如果一些朋友还是一样啊，这个组里边总出现恶魔牌，那在恶魔牌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感情上是有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的这个信息啊 ，toxic energies， 也就是说会有一些有毒的能量、有毒的信息
好吗 ？obsessions， 比如说迷恋呐 ，attachments， 好吗？不能斩断的对于我们的一些束缚和压力 ，addiction 上瘾。所以很多朋友，我认为啊，这个感情有可能会引发我们的贪嗔痴慢疑，甚至也会让我们在不管是身体上还是我们的情绪依赖上，都过度的给对方赋予价值。你们是最重要，你们是最珍贵的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如果你们希望感情有一个非常明确和美好的发展，你们需要重新的去让自己生活在饱满的高能量的能量层级当中，并且无条件的去接受和肯定自己的选择。当然了，如果你们选择的依旧是这个人，还是一样，你们需要从内而外的将自己的能量充实起来，而且非常爱自己，非常的坚定和果决，才有办法去通过这个课题显化出我们生命的奇迹。所以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还有就是在感情里边，如果稳定关系的朋友也是一样啊，不执着，不过度执着于一些细节，不过度纠结，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释放我们具有的一些情绪压力，你们在情感上会获得内在的自由，也会显化出无尽的奇迹啊！甚至在你不言不说的时候，对方反而为了你好，或者说对方反而为了让你开心而发生巨大的正向的改变，好吗？他会用你喜欢的方式来爱你，所以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星座上，风象星座水瓶、双子、天秤，我们刚刚讲到火象星座是比较多，但是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爱人或你们的另外一半会出现火象的信息啊，牡羊座、射手座、狮子座，也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星盘当中会出现土象，就是基本星座啊，摩羯、巨蟹、牡羊、天秤座的信息，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第一张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都是自由啊，自由啊，这边我们看到 liberty 好吗？所以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自由自在是最重要的，你们可以将你们拖坠住的啊，比如说云啊、星星啊，我们的很多思索、很多的梦境啊，为一种宝藏，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像拥有热气球一样自由自在、多彩缤纷的飞起来。这两张牌有一样的信息有没有？除了这个气球和丝线以外，我们可以看到白鸽。所以我看到啊，当你可以让自己的灵魂自由、释放和舒展，就是回归到初心，甚至回归到童心，宇宙会帮你连接到你灵魂最重要的人。所以我看到你们的灵魂伴侣啊，其实是在你们状态良好，甚至不思爱情、不思爱欲的时候啊，真正的飞到你们的身边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能量非常的轻盈，而且美好的善缘会被真正的显化出来。所以第二组的朋友需要让自己从爱情当中，从过去的一些欲念和执着当中自由起来，解脱起来，而且你们需要非常的热爱和知道你们身上优秀的闪光的点在哪里。有很多朋友我看到你们有可能会从事一些艺术啊，然后音乐呀、舞蹈啊、体操的事业，也有一些朋友我看到你们会从事文字的工作，你们是非常有天赋、非常有灵性的宝贝，所以你们可以将自己的灵性无限的扩展起来，用这样的方式去连接和吸引属于你们真挚的灵魂伴侣。第二章呢，我们可以看到宇宙的建议和指引啊，是新月啊 ，New Moon in Cancer， 好吗 ？Relax， 我们巨蟹的新月啊，是在6月25日啊，上个月的月尾呈现的。那从这个新月到来开始，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你们对待爱情的某一种纠结和执着，已经渐渐的消散，你们越来越有机会让自己翩翩自由的飞翔，而且吸引和显化出非常多的奇迹。我认为宇宙在提醒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不管是对待什么样的爱情课题，你们都有机会让自己放松下来，你们是自由的。而且第二组的朋友啊，其实在未来的这个阶段，你们会越来越发现，情感这件事情是你们人生当中真正的锦上添花，而不是要让我们必须雪中送炭，甚至是让我们如坠冰窟的某一种体验。我认为宇宙一定会托举你们，承载你们的爱和美，让你们在幸福的环境当中，所以你们是非常被保护的。尽量的让身心灵放松下来，尽量的让自己去感受到更高频率的律动。有很多朋友，你们可以让自己去，我可以看到身体上的律动啊，可以去做一些瑜伽呀，然后呼吸啊，或者说轻盈的体育运动、有氧运动等等。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接近水源和自然，你们可以去接近湖泊啊，在安全的状况底下，也有一些朋友可以多去晒一晒太阳或晒一晒后背，让我们太阳轮打开。你们将会发现，你们的世界里边越是轻盈，还是一样，越是轻松，你们的感情就是越是圆满。你们越是自由，对待感情这件事情越是举重若轻啊，你们身旁所有的能量，所有爱你的人才越愿意飞向你们。
所以第二组朋友，如果过去你们是付出型的，如果你们过去是被动型的，我认为现在你们会化这种付出为一种自我挚爱，也会化这种被动为一种自信。我相信在未来这个阶段，很多第二组朋友你们会迎接到与众不同的一个新的情感状态、新的情感模式和阶段。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自由的显化出爱的奇迹，你们非常值得被爱。也祝福大家呢，在情感的这个修学的旅程当中，依旧是自由和灿烂的。宇宙在祝福着大家的爱和美，以光的方式呈现在你们的身上，好吗？好，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就分析到这里，非常感恩跟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今日的共同学习和连接。大家也可以在下一轮新月啊，也就是说应该是25日前后吧，会有我们的这个闰6月的新月到来啊。那这个新月呢，也是我们狮子的新月，那大家也可以在新月到来的时候去许下我们的心愿，释放我们具有的压力。大家也可以写一些许愿清单，然后把它放在我们家居风水当中比较舒适的这个位置，比如大家可以写一个笔记本啊，有可能大家可以把它放在很可爱的一些文具盒呀、工具盒当中啊，跟水晶共同的进行净化和供奉。那相信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会越来越快的让自己实现某一种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能量场域上的自由和豁达。你们将会用更加广阔的能量去吸引到真正的爱和美来到你们的世界。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三副组牌一颗白色水晶簇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析的主题呢是2025年下半的爱情预言。我们要看一下啊，在下半年当中我们的整体爱情运势是如何的。那我们单身的朋友或在感情关系当中的以及暧昧拉扯的关系将会有如何的发展倾向？宇宙又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取得需要的讯息。好，对应我们的一组白色水晶簇，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三组的朋友。我们看的是48号。好，我们看的是 Butterfly Garden， 好，蝴蝶之花园啊。每当看到蝴蝶的讯息，我们都能够了解到，好，呈现在这一组的能量呢，主要会形成一种巨大的蜕变、巨大的转换。所以第三组朋友也不例外啊，我们可以看到蝴蝶花园当中的大地之母啊，或花之女神，好，正在静静的绽放啊。这个时候呢，吸引来了美丽的蝴蝶，好，正在一探花枝的奥秘啊，或者是正在试图跟花朵进行能量的连接。我们可以看到啊，关于即将盛放，因为这朵花朵是蓓蕾的形式，有没有？好，还没有完全的绽开。那我们第三副组来的朋友啊，你们的情感将会在下半年度当中迎来一个巨大的转变和转化，而这种转化呢，很明显，你们将会迎来一个逐渐绽放的趋势。有一些第三组的朋友有可能也抽到了第一组啊，第一组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是 bloom 绽放，那第三组我们看到的是蓓蕾啊，即将绽放的花朵，那这两组有可能也有一定的连结。第三组呢是第一组牌的过去式或者是前面的一个阶段。我能看到第三组的朋友啊，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们确实完成了生命当中巨大的蜕变和挑战。你们有可能在最近这个阶段呢，正在重新的整合和调整自己。也有可能在当下这个阶段当中，你们正在试图转换你们的方向、目标，转换你们的状态，并重新试图去连接你们的情感。有些朋友有可能挥别了啊过去的一个感情经历、感情对象，你们正在向前去move on。所以这个蝴蝶的到来也代表了第三组的朋友，首先你们已经完成了蜕变，再者就是啊，当蝴蝶跟我们的花朵进行触碰的时候，花朵会直接的啊进入一个全然绽放的阶段。这也代表了很多朋友，如果最近你们在重新的去试探感情啊，进入一个暧昧的关系或进入一个新的感情阶段的话，这个感情有可能将会迎来比较好的时机。顺便啊，感觉 Starseed 这边的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指甲上面的蝴蝶啊，正好跟我们这一排的信息发生了比较明显的重叠，还有色彩啊，所以明显感受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在未来的这个阶段啊，会直接的感应到你们个人的改变，有可能你们喜爱的色彩啊，有可能你们喜爱的环境发生了转变，有可能在最近你们对于情感对象的这种
喜好啊、感受程度啊，你们对于爱情的品读程度、品读的方式方法也发生了变化。我认为你们是很美的，美丽的静悄悄的。我也看到第三组朋友你们在变美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大地之母和蝴蝶展开翅膀的能量都正在呢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暗示。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啊，从内而外的在变得更加的闪光和耀眼。也有很多朋友，我觉得最近你们好像在变化你们的发型啊，有可能变化你们的穿衣风格。也有一些朋友即将瘦身成功啊，或者本来你们有可能已经完成了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调整，你们的发肤啊，就是头发、皮肤啊，以及你们眼睛的光亮都会跟过去不太一样。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啊，蝴蝶的蜕变，蝴蝶的飞来，是因为鲜花盛开，也是因为啊，蝴蝶经历了过去的一个漫长的阶段，完成了他个人的调整和能量的变化。所以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白朋友在情感上能够有一个新的能量状态，也给我们周遭的对象与众不同的新的观感和体验。那我也认为第三组的朋友啊，蝴蝶是你们本身呢，头顶轮和心轮打开，爱的频率打开的一个信号。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女神的头发，好吗？它正在演映出这个花纹，那并且呢会连接着我们蝴蝶的翅膀啊，很像是美丽的折扇。所以我看到蝴蝶本身是你们正在显化和吸引的。我也看到很多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最近会梦到未来的对象，以及你们有可能在梦境当中会捕捉到一些神奇的信号。有可能一些朋友会频繁的看到天使数字，这边我们的数字是48号，那本身呢也代表了我们在三维世界，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一定事件的落成和一定事件的进展。所以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啊，在能量上有非常良好的进步的同时，你们可以让世界重新的看到你们的光环、你们的爱和美。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的副牌啊，能量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副牌啊，我们看到的是木之女神呐。好 ，The Wood Nymph。OK， 我们可以看到山间的树木的精灵和女神。在这张牌当中，我们可以直接的看到啊，52号牌给我们的信息是 beauty， 美丽呀。我们也可以看到圆圆的月光。而在下一轮满月到来之际啊，有很多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会感受到你们周身的能量在变得不同。也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当中有明显的变美丽，或者说变苗条，或者说变得更加壮硕呀，更加健康。然后形态和我们的仪表上，我们由内而外的这种健康度、光泽度在变得更加好，这样的一个信号。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美丽的，而且你们周遭有着美丽的精灵啊，蝴蝶的、木的精灵。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在五行当中啊，有木有水，好吗？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的能量会变得很柔和。在当下这个阶段啊，尤其是未来这个满月，刚刚看了一下，我们下一轮满月在非常神奇的时间点，8月8日啊，也是我们的狮子大门，好吗？8月8日。那这个时候的满月会比较明显的助力，给予我们的神圣阴性能量一个非常大的调整和综合。我会看到很多朋友啊，你们的身心灵由内而外的宁静和平和，有可能最近你们的阴阳能量也发生了互补。我看到啊，在大地和在山林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些守护你们的信号来到你们的周遭。在我们的这个卡牌当中，也可以看到池塘和睡莲的好这个符号。很多朋友还是一样，在梦境的深处，你们将受到大地之神、大地之母啊，或者说木之女神的加持，来帮助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啊，柔和我们的精气神。那木的能量呢，本身也代表了智慧，代表了正直，那代表了像是花朵啊，然后或者说像是垂柳一般的美丽。所以我看到你们的美丽是大自然赋予的。也有很多朋友我看到木气啊，比如说这个大自然的木、树木、草木、花木等等，会给我们第三组朋友带来非常明显的能量的提升和调整。一些朋友有可能在家里边可以种花、插花，最近也可以去在丛林啊、森林当中漫步一下，然后在比较安全的状况底下，也不要中暑，因为今年的夏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我们在旧历上、农历上有2个6月，那恰逢呢这个年度也是一个火的年度啊，因此夏季会非常的炎热。那祝福我们第3组的朋友在身心灵上可以越来越平衡，也越来越清凉，并且沐浴着这个夏日当中美丽的气息，让我们可以翩翩的起舞，也让我们可以悄悄的绽放。那这个时候，爱着你的人会轻盈的来到你的周遭，并且应该是第3副组牌朋友的灵魂眷侣啊，我看到你们的灵魂眷侣会出现。第3组的朋友也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俊男配美女的情感组合的，因为我看到你们在本身的外形上啊，因为我们讲外形在灵性能量上也是一种福报，我们内在的美和高频率有可能会连接到我们外在的形象，因此我看到第3组朋友，你们本身内在非常的美丽，你们的花园也正在变得福报激增，因此你们也可以吸引到福报相等的对象啊，对方应该是在形象上、能量上以及对方的修养谈吐上都是非常柔美的。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牌在告诉我们什么，关于我们的下半年度的情感，我们来揭晓一下第3组的朋友，我们的能量是如何的。来看一下，第一张我们就看到了 Queen of Wands 权杖王后牌啊，很直接。这边我们有一张牌飞出来 ，Eight of Wands in reverse， 权杖8号的逆位啊，有没有看？我们看都是权杖 ，Ace of Wands。OK， 我们再抽牌看一下啊，情感信息是什么样的呢？Five of Cups 圣杯5号的逆位 ，Two of Cups， 哇哦！第3组的朋友啊，我看到你们的能量正在神奇的恢复和回归。那在你们能量回归的时候啊，你们会发现周遭的很多这个事情的气息变得与众不同。有可能你们会跟过去呢整个的精气神变得不太一样，因为今年我看到你们这种蜕变和锐变也是从4月开始的。这个4月开始，我们火的能量在全情的进入，也正在帮助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重新的调整我们的频率，更加符合这个9子离火的时代的气息。那第3组的朋友能够感受到啊，你们本身在发生蜕变的时候，你们在放光和闪光。我看到你们本身当下啊是非常敢于去展现自己，敢于去爱，敢于去美，所以你们出现的地方就像是一片舞台，就像是聚光灯一样，有很多人在瞩目你们。但有可能你们的爱情讯息会稍微遥远一点，个别朋友有可能你们有一点物理的距离啊，或者说你们之间有可能有一些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在当下这个阶段，你能够感受到我们第3组的朋友正在慢慢的走出旧有的啊，比如说情感当中的一些泥泞啊、不安全感啊，或者说一些痛彻心扉的经历啊，圣杯5号的逆位，或者是孤独孤单的感觉。我认为第3组的朋友，你们已经超越了过去的蜕变，超越了过去的业力循环和轮回，也代表了你们其实正在迎接一个新生。我看到第3组的朋友，你们有可能是本身的五行当中是喜火的啊，你们喜爱这个离火的时代，喜爱这个离火的气息。也有可能我们第3组的朋友啊，在最近确实沐浴着火的能量，像是凤凰涅槃一样，发生了全情的改变。这个改变从内而外，而且一些朋友你们会觉得你们的精气神不一样的同时啊，你们对于一些事物的理解也变得更加开阔了。我看到旧有的一些事物，你们会很容易或者说很轻松的选择去了结和放弃。那这个断舍离有可能在过去的3个月就已经发生了。也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最近在更换这个生活的位置，有可能在搬家，或者对未来做出一个新的计划。因为权杖皇后是一个有着管理者形象，然后有着向前去突破冒险的勇气，并且可以滋养大地的非常有能量很 powerful 的一张卡牌。因此当我们配上圣杯5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会将那些不属于你们，不再 support 你们，不再给予你们能量的事物呢，全部丢到垃圾桶里边，全部都丢掉。这边圣杯2号代表了你们将会迎来一个新的情感契约。这个情感契约呢，是在这个离火时代重新生效的。我认为我们第3组的朋友啊，你们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福报去重新拥抱对于你们来讲重要的一个新的阶段。而且我看到众人以及你身边的守护灵和众神在支持你迈向一个新的阶段。这边的圣杯2号代表了神圣的结盟，好吗？神圣的灵魂伴侣。还有一些朋友你们会进入承诺性的关系，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会在当下这个阶段开始，你们的感
感情会越加的平稳，这个当中充满了相互的陪伴、依赖和情绪价值，并且呢，这个当中的圣杯2号，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盟誓的感觉，我们可以看到天空之神彼此的祖先然后正在见证着我们一对新人去走向未来，或者说为彼此呢发出神圣的誓言。所以我们第3组朋友在感情上将会迎来一个彩虹的阶段，好吗？也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当下已经在稳定的感情当中了，我觉得你们在这个爱情当中会更愿意做自己，而你的另外一半也更接受你去做自己。你有可能会抛弃掉旧有的一些压力，不管是工作还是个人的社会地位，周遭赋予你的这个个人形象和期待等等。我认为你们现在有这个权利而我们看到这个木之女神和权杖王后没有长得是很像的全情的重新做自己。而且我认为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有一种被洗涤和涤荡的感觉，所以在最近这个时间段，你们也会越来越感受到，我的身体有可能更加轻盈了，或者说我的包袱包含了不管是偶像包袱还是周围人给予我们那种压力在减弱和减淡。有很多第3组的朋友，我认为在感情上你们将会越来越愿意做自己，而对方也会越来越接受你做自己的模样，并且呢，有可能你和对方的沟通以及相互的理解度、支持度也会增加。所以感情上我觉得将会变得轻松、快乐和柔和，好吗？我们看一下我们分层级、分这个部分来看一下。哇，我们的牌已经飞出来了。单身的朋友能量是如何的？我们先为单身的朋友来开一下牌。2张5号牌一起飞出来 ，Five of Swords, Five of Wands， 权杖5号、宝剑5号的逆位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Queen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金币王后的逆位。我们单身的朋友会脱单吗？在下半年当中，看一下卡牌给出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Ace of Pentacles。大家看到逆位不要太担心我们连接所有的卡牌一起来看一下信息是如何的。好，我们的牌飞出来，这边是好 Six of Cups， 然后我们看到是权杖3号和金币国王。我们再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看一下我们第3组朋友这个集合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呢？单身的朋友好，出现了 Four of Wands。OK， 如果当下一些朋友这边有2个方面的信息，一部分是旧人逆袭，好吗？在下半年当中我们这边过去的一些旧人甚至有可能一些朋友，他和你有着比较长的情感关系，有可能跟你相处几年了，有可能你们曾经走入过契约关系和婚姻等等，你们之间有可能发生了矛盾和冲突，有可能你在某个阶段感受到比较受挫你们的关系总是很顿挫交流也是一样的，但是无疑你们在灵魂的根基上是一家人，或者说你们在灵魂上是有契约的。那这边单身的朋友，因为我们看脱单嘛，我们还是看到旧人的信息，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要处理一下旧人的信息。这个时间点是在未来的这个下半年当中，我们12月之前，我看到对方对你还有留恋，而且想要重新的和你进入稳定的关系，甚至还是会提出我们永远在一起吧，好吗？跟我结婚好不好？或者说我给予你一个承诺好不好？这样的信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很多单身的朋友会说，我都已经单身了，我真的不想再看旧人了，真的不想再看一眼。或者一些朋友会说，我一直都没有恋爱过，这个人在哪里？这个人是谁？那好，这边我们看到圣杯6的逆位和金币1的逆位，也就是说第3组朋友，你们是有前世的神圣伴侣的，你们是有这一层神圣的业力关系和业力绑定的。那听到这里，可能一些朋友会比较发愁，就是这种业力绑定或者说神圣伴侣，真的是我所求之人吗？或他是我的那个前任吗？我可以跟他去处理好这个关系，自然而然的向前走，遇到下一个重要的恋人吗？我们看一下 Wheel of Fortune 命运之轮牌，第Hierophant Two of Wands 我感觉第3组的朋友这边还是连接到了旧人的信息，这边还有一些未了的缘或者一些朋友，你们如果一直是单身，从小到大都是单身的话，有一个和你有未了
之源的人将会进入你的生命。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经营你的人生，无论你在人生的节点上选择工作啊，选择住址啊，选择这个城市和国度生活呀 ，ABCDE 所有的这个 options 选项在你的面前，你都会无一例外的选择到跟他能够走到一起这条路。所以我认为很多朋友啊，这边有命定之缘分将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而且这个缘分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讲，你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功课要和对方去完成。有可能呢，一些朋友这个人是你的前世的神圣伴侣，也有少数朋友这是你的 twin flame。总之，这个信息看起来啊，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在情感上其实会有命中注定的缘分和相遇。那如果是脱单的朋友啊，在下半年度，这个时间有可能远一点啊，尤其是在今年的12月到明年的4月之间啊。这个有可能超出了我们今日的预测范围，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命运就会巧妙地将这个人安排在你的生命当中，并且在任何一个拐角，你们有可能都容易再次的碰见彼此。有可能这个人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过，他有可能是你过去的同学呀、同事啊，曾经去接触过的一些人啊、一些个体啊，或者说一些要去交流一些事物的对象等等。不过很神奇的就是，我认为这个人他在发愿，他希望和你结合，和你走到一起。所以第三组的朋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你们的身边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信号？它来的并不是那么快，甚至权杖2和权杖3的逆位。有些朋友，我认为他和你其实是有一些身份上的，或者说是生活背景上，比如两个人完全生活在完全不一样的工作环境当中，有可能哪怕在同一个城市，你和他的这种交集是比较少的，有可能匆匆的你们见过一面啊，办理一些事务的时候看到过对方，但是我认为你给对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唤醒了他前世的记忆。所以一些朋友，我感觉到你们在感情上是有这样命中注定的巧合和相遇的。我看到对方是一个比较稳重和稳妥的人，而且对方有比较传统的家庭背景，有可能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比如说工作的这个资历啊，跟我们的轨迹并不相同。你和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是你们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似，特别是你们有可能非常有夫妻相，你们两个人有可能在五官呐、在神态上，或者说在对某一些事物的喜好上非常的相同。我看到你们好像是蛮天生一对的，还有这样的对象会出现。但我看到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这个姻缘进展的前一个阶段并不是那么的顺利，有可能你们会因为你们的工作，因为一些个人的事物，有一点阴错而阳差。但这边我们看到命运之轮的正位，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希望你们在最对的时间走向彼此的生活和生命。那我认为这个人他有可能在个人的事业上，我们看到金币国王和金币王后的逆位啊。我看到这边有一种一高一低的感觉，就是对方的能量如果当下是比较好的啊，他有可能当下有事业，而且有他的这个 business， 有他的这个生活的水准等等，有可能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当下正在重新的去发育和发掘你们在未来这个发展的旅程。一些朋友可能在今年度会转业，会转换形态。那也有另外的一个信息，就是如果当下你是非常稳定的这一方，你有了稳定的家园，你有了稳定的生活状态，你有了稳定的收入，甚至是非常不错的这种经济上的积累，那对方在今年是转业的一个状态。不过我看到啊，你们两个人之间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相似性，因此呢也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一见钟情，爱你在心口难开，记你在心啊，然后有一天对方在准备好的时候慢慢走向你啊，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最近可以脱单吗？我认为这个脱单能量怎么也要等到年尾啊，尤其是这个高峰期是什么？从年尾12月，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进入这个 Christmas 啊，圣诞节啊 ，New Year 啊，新年呢，到明年的2、3月，这个时候桃花是非常旺盛的，而且我看到会有远方的人，而且。怎么样？我们这边看到了 King of Wands and the 5 of Swords， 这边有没有？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这张宝剑5号，有人正在观察你啊，你在被显化，所以呢，第三组朋友，你们已经在被深深的喜欢上了，对方会用非常匹配你的姿态，有没有？从火光当中啊，闪闪亮亮的走向你们，所以第三组朋友，你们可以脱单，但是时间上来讲啊，我们这朵金桃花要等一等，而且我看到对方他想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比较
可以说啊是比较 powerful， 或者说是比较闪亮，以及极其有存在感的，可以去惊艳到你的状态。他有可能当下正在奋斗，所以我看到有非常可爱的信息流了进来啊。第三组朋友，这个人应该是你的正缘，但是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是自尊心和突破生活的这种勇气和愿望都比较强烈的，所以在感情上有可能你们也先要去稳定好你们的生活，稳定好你们的周遭和事业。这样的话呢，我看到你们的感情会 Two of Cups 有没有非常相辅相成的可以连接在一起啊？祝福我们第三组的朋友拥有非常甜蜜和登对的好吗？天造地设的感情。看一下稳定关系的朋友啊，我们下面看一下稳定关系当中的朋友怎么样。看一下The Hermit， 然后我们看到 Five of Pentacles， 金币5号的正位。这边我们有一张牌要出来啊 ，Nine of Cups。最近有可能你们彼此对于对方是有一些不满的，深层次的不满。这些不满是来源于，有可能是长久的生活，有一些细节啊，两个人怎么样都合不到一起啊。有可能你和对方都希望对方为自己改变，有可能长久的这种相处会发现对方各种各样的优点和缺点。所以我看到第三组朋友在稳定关系里边会有一种，我太了解你了，我观察你太久了，你在这个部分一定是有一些问题。有少数的朋友，有可能你们的生活也有这种理财呀或者经济方面的一些困扰，让两个人在当下呢都会有一点的生活压力，或对方产生一些不太满意的情节和情绪。但是我看到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庄重的，也是非常传统的，并且也是非常想要去利益到对方，就是为了对方好，希望对方能够变成更好的人，有一种望夫或者是望妻成凤的感觉啊，成龙成凤的那种感觉，好吗？你希望对方变得更好，对方也有可能是如此这般的要求你，这有可能也让两个人的关系中间会有一点冰封，缺乏一定的沟通。我看到你们对于彼此的要求高，原因在于你们对于自己的要求本身就很高，你们本身就是非常的自省和自检的人。看一下啊，在稳定关系当中的朋友，下半年的发展是如何的呢？Eight of Swords， 宝剑8号的正位 ，Two of Swords， 宝剑2号的逆位。有没有看到这张宝剑1号的逆位？有一些朋友啊，未来现在是7月啊，未来2到3个月是一个节点，9、10月份啊是一个节点。有很多朋友，我认为你们将会产生一些沟通，而且这种沟通其实是非常理性的，有一种忍你很久了不得不说的感觉。有少数朋友，我认为这当中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对方的理财问题呀，你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客观问题，你们的居住，然后你们的资产，然后你们有可能对于后代的教育，对待家人的养育等等，这有可能都积累出了一些你们不得不谈的问题。我认为呢，第三组的朋友支持你们去表白和讲清楚一下你们的诉求，你们希望对方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去修完整这段感情啊，这段感情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而且我看到你们也陪伴彼此度过了比较困难的阶段，当下是一个可以慢慢去丰收的时候，反而在感情上有可能两个人因为长久的吧，对于彼此和对方要求都比较高一点啊，缺乏一些共情。我看到你们是非常理性的啊。我们看一下稳定的关系能量是如何的呢？ Ten of Cups， 圣杯的6号，宝剑的侍从。好，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已经拥有了稳定的情感基础、承诺关系、家庭、宝贝啊，就是边我们看到小孩子啊、家人啊，或者说长辈啊、宠物等等，我认为你们需要跟对方去回忆和探讨到你们感情当中美好的部分，你们需要升温这个感情，你们需要给予彼此更多的陪伴。也有一些朋友，我看到你们想要离开这个关系，你们觉得对方给予的情绪价值和这个生活能够去给到我们的这种价值感、认同感是非常少的。我认为你们起码需要一定的沟通。在这个沟通成立的基础之上啊，有可能你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比如说经常忙碌，然后忘记了去沟通，忘记了彼此的感受，而慢慢的去理解到彼此。也有些朋友看到你们在一个边缘，就是觉得有一点备受伤害、备受打击，所以你们有可能正在考虑离开这个感情。那稳定关系当中的朋友啊，我认为你们之间的沟通必须进行，
好吗？首先是沟通必须进行，再者就是有可能在我们个人的事业，就是两个人每个人的个人的事业和发展上，我们也需要去投入更大的心力。那在家庭上的投入，有可能我们会需要跟彼此综合和平衡一下，就两个人呢都分担一下这个家庭，两个人都分担一下彼此的有可能是目标和梦想。我认为第三组朋友，问题在于你们都不善于言辞，而你们其实在内心深处也为彼此着想，但有的时候仿佛这个初衷是好的，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呢，往往会让对方觉得，你真的有在意我吗？你真的有关怀我吗？有这样的一些信号。有少数朋友，我认为你们有可能想要去离开目前这个不良好的，甚至是有一点障碍到你有毒的关系。也有少数朋友，我认为你们有可能在感情当中遇到的一些选择，不管这个选择是事业，还是说是一个对象，还是说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友人等等，好吗？少数朋友可能对方有选择，但是这个关系我看到在今年的9、10、11月份是一个节点。如果这个关系可以在那个阶段就是修复一下的话，我认为你们还是会用比较平衡的方式去经营下去，好吗？这个关系会迎来希望。但也有一些朋友，如果在当下的调整不能够完全成功的状况底下，为了彼此更好，有可能我们也可以退回到作为彼此的家人，作为彼此的朋友的角度跟对方重新的经营自己的人生，好吗？或者是独自去经营我们的人生这个选择留给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但如果大家想要去修复我们的情感关系的话，一定不要过度的去猜测，过度的去控制，好吗？我们第三组朋友，你和对方需要更好的沟通一下。我看到通过沟通过去的这种猜测呀，或者被猜测或者被控制的状态，也能够慢慢的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尾。好，看一下暧昧和拉扯的朋友关系是什么样的在下半年。第一张我们出现的是 Empress in Reverse， 皇后牌的逆位。King of Wands。这张牌好漂亮。这一组因为第一张我们看到权杖王后，所以每当这个权杖国王出现的时候Sassy 都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喜悦就很像是我们看到这个偶像剧男主角和女主角走向一起的时候，好，心中愉悦好，我们下面看一下信息是怎么样的。又看到了 Nine of Cups， 好吗？看一下Six of Swords。 第三组的朋友，沟通很重要不管大家在哪一个这个族群当中沟通非常重要。我认为在这个暧昧关系当中的朋友你们两个人像是冰山王后碰上了火焰王子，反过来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是火焰的公主碰上了这个冰山的或者是木头的王子，好吗？这边我感觉到有一种两个人之间势如水火，但同时又非常互相吸引的感觉。在星座上这一组无疑火象星座是比较多的，牡羊座、狮子座、射手座。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出现了风土的组合，也就是说风象土象星座的朋友来到这一组，水瓶、双子、天平然后摩羯、金牛、处女，好吗？我看到其实你们之间是很有吸引力，很像是磁铁一般互相吸引着对方，也有一种在不断的要去拉扯的感觉。我认为第三组朋友，你们的爱情都是这样的，不管是单身的朋友、稳定关系的朋友，还是当下在一种暧昧和不确定关系当中的朋友，其实我看到你们的爱情里边的吸引力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两个人都是非常独立和非常有自我主见的人，自尊心非常的强烈，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很少能够去言说出你们心中的脆弱。还有我们在之前的大众占卜当中曾经抽到过一张牌，记得应该是 Meadow。 我们可以看到丰盛的土壤和丰盛的田野，我们可以看到的信息是 vulnerability， 脆弱性。所以第三组的朋友，脆弱性是什么？你和对方都可以言说出你们心灵的脆弱，触及到脆弱的这一面，并且可以相互的照见和相互的扶持和帮助，这才是可以长久经营的稳定的感情，因为这样的感情是彼此有根基的。所以第三组朋友，有可能你们之间有着国王王后王子公主的滤镜给彼此，你一定要在对方的眼前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你不可以脆弱，你不可以有太大的问题和太大的失败，你一定永远都是拥有王冠的拥有权杖的，拥有宝剑的。我们第三组的朋友，我还看到在暧昧和拉扯关系当中，下半年度你们还会
因为缺乏一定的沟通拉扯下去。少数朋友有可能说我已经断联了还在拉扯吗？我认为会的，总是在你想要放弃的时候，我认为对方呢会比较容易逆袭。也有些朋友这个时间点可以放在今年的10月，就是未来3个月当中，有很多朋友你们的关系在那个时候会迎来转折。还看到什么？我看到这个关系当中的有一方啊，其实思考的是比较多的，思考的是进入长久关系的时候，自己以及对方是否有能力去负担这个感情，不管在物质上还是在能力上、能量上等等。我还看到你们关系当中有非常强烈的欲望、吸引力和情欲，而且这个当中有可能也有一定的猜疑和猜忌啊，就有点像是史密斯夫妇一样，两个人之间呢棋逢对手，但同时又不愿意或无法去亮出自己的底牌，因为我们这边有脆弱性嘛。我认为这个关系当中还有一定的小小的宝剑7号配恶魔牌，有可能是一点隐瞒呐，或者是一点对方还没有被我们察觉到的这个生活的部分，比如对方的事业到底是如何的，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经历一个人生。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很大的滤镜和很大的占有欲、控制欲的感觉。那第3组朋友会问，哇，我这个暧昧关系是不是有一点 toxic， 是不是有毒的？第3组的朋友，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时常觉得能量损失吗？你们觉得对方给你带来的是正向的、积极的鼓励，对于生活的热情啊，然后对于未来的向往，还是说经常会感到自己是不足够的、不安全的，以及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嫉妒啊、愤懑啊、猜忌的情绪？不要怀疑，如果有这样的情绪的话，这个关系是负面的。如果对方和你是圣杯2号，好，两个人像是阳光一般照亮彼此，这个关系是积极的，是健康的关系。所以第3组朋友，如果当下这个关系还是悬而未决的话，你们完全有机会去选择这个关系被创建成什么样的模式。还有一些朋友看到你们是地下恋情，或者说你们之间本身就是一个暧昧关系起底的，一开始就是暧昧关系的状态，而这个关系无疑在未来还会持续，因为首先你们谁都离不开彼此，你们给予彼此强烈的吸引力和占有欲，同时呢，你们有可能还是一样有着王子和公主、国王和王后的滤镜，没有办法展现出真实的自己，所以这个关系我看到会拉扯的比较久一点。重点的时间点，一个是在10月，你们之间有可能呢会有一次明牌啊，或者说那个时候有可能一方会比较疲惫了，不想在如果是负面的关系的话，不想在负面的状态里边去徘徊，有可能会选择离开。但如果两个人之间还是没有办法去离开彼此的话，那在明年的1到3月之间，有可能也会有一些真相重新的曝露出来。第3组朋友不要担心啊，如果你们刚刚认识这个人，你们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那一个有毒的对象吗？我要怎么去做？我觉得你们需要重新的在你们的能量上开始去做这个 scanning 啊。我们首先去扫描一下我们的身体，看一看我们能量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再有就是我看到对方总是在给你展现出他最好的一面，但其实有可能他真实的状态没有这么优秀，有可能他确实给了自己一个巨大的滤镜，甚至他其实并不想骗你，但是这边会有一些 white lines 好吗？白色的谎言。那也有一些朋友我看到啊，在这个如果是断联呢，这个关系是这种分分合合的形式，你们的关系还在继续和拉扯，并且呢，也有一些朋友我看到，这个关系是不大公平的啊，给予和付出不相吻合。有少数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已经按下了暂停键，你们之间曾经出现了很大的争吵，然后当下你们曾经受到这个感情关系的影响嘛，所以一段时间还没有办法走出来。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能量场上，未来的3个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抉择的时间点。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希望这个感情能够被修好，我是不舍得的，或者说我这边是被断联呐，然后不读不回啊之类的，宇宙希望你能够重新的找回你身上的正能量。我们这边有一张权杖骑士的逆位，那我们的主牌出现的权杖王后配权杖国王，也代表了很多朋友有可能你的正缘或者说你稳定的关系另有其人，也有可能你的爱情关系，我们在牌底看到了这个恋人牌和宝剑3号的逆位啊，代表了你的爱情关系要在未来的半年进行一个梳理，你的整体能量要进行一个调整和调频。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已经调整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向前走，我们可以去参照一下这单身呐、脱单这方面的一个信息啊。我认为第3组的朋友，宇宙有可能在提醒你，你需要用非常正向的方式来经营你的人生和感情。如果有一些对象给予你带来的这个影响和这个压力是比较高的，还是一样啊，如果你们想要参与到这个感情的建设当中，
不要过度的付出，不要过度的沉迷，然后理智的去守护好你们的能量，做有益于你们可以让自己能量非常高的决定。然后你们要在内心当中看到你们的爱和美和你们个人的吸引力在哪里。正是因为这一点，对方才会被吸引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们要继续去展示和实现你们高光的能量场。我们看一下对于感情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没有Ace of Swords in Reverse 这张牌出现了很多次Two of Pentacles Seven of Pentacles 这边呢是未来的3个月，10月左右入秋的时候南半球是入春的时候，是一个选择的节点。也有些朋友你们如果有多重选择比如感情里边也好，生活里边也罢，在那个时候是一个转弯的时间。当然今年呢其实是一个神奇的年份我们有很多变化和突变正在发生。那能量稳定和发生一个结尾式的这个有可能是 closure， 有一些这个变化有一些 chaos， 然后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闹剧等等。在那个时候呢，会因为业力的这个有可能是考验，有可能是试炼结尾，我们有很多问题在那个时候会重新的有一个新的节点。所以很多朋友，我认为呢，宇宙在提醒你们要耐心和向上，提醒你们要注重你们的个人能量的修整。在任何的考验，在任何的课题到来的时候，都先看到你们内在的能量在哪里。还有一些朋友，我看到如果这个关系是不公平的，宇宙会给予你公平的审判、公平的判决。这个时间点有可能也会落在秋天。有少数朋友，我看到你和对方有可能也很需要一次公平的对谈。这样公平对谈的时间有可能也会出现在今年的10月左右。那宇宙在希望我们第三组朋友避开这些争吵的爆发情绪和冲突的局面。虽然感情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最大的课就是感情是一定会激发我们的情绪的，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越发的需要让我们美丽、优雅、淡定和从容起来，让我们可以像这个花园当中美丽的这是蝴蝶皇后的形象美丽的这个权杖王后、权杖国王的形象一般，去主宰你们的人生，好吗？你们需要的，你们想要显化的，可以通过你们的坚定的实力，对于宇宙的信任、能量场的扩大而真正的显化开来。所以这边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但无论如何起码你们是美的，好吗？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牌是什么。好，第一张呢，我们看到的是有没有这个是睡莲池跟我们的主牌有没有能量是非常吻合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莲花。那我们的木之女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干尼斯丹好吗？要跟随我们的直感，根据我们的直觉走。直觉在告诉你什么呢？那睡莲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场景也代表了本身就是我们灵性能量的绽放，也代表了出于淤泥而不染。我们所说的这个淤泥是什么？在灵性的角度，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朵莲花。当我们灵性觉醒的时候，这个莲花在我们的顶轮盛放起来，好，也会接引来非常多高光的，有可能是守护灵和灵体为我们而欢呼和喝彩。那淤泥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啦，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当中，我们的金木水火土4大假合，我们的5行假合，形成了我们当下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那我们所说的出淤泥而不染，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各个脉轮的组合，在我们的这个花茎和淤泥当中，让我们能量集中成高维的磁场，让我们头顶的莲花可以绽放，在我们的身体的顶上可以绽发出我们真正的灵性觉醒的光环。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是有这个光环的，你们本身曾经觉醒过，你们有可能在这一世也是觉醒的灵魂，你们的直觉力很强，你们跟大自然和动物之间有感应，而且你们很吸引周围人物的喜爱，周围动物和植物的喜爱，精灵的喜爱。而且我看到有的朋友，你们是读得懂花语读得懂动物的语言，跟着你们的直觉走，我认为你们会帮助自己去趋吉避凶，而且你们会保持自己在一个绽放的、美丽的、受到滋养的状态。也有些朋友看到你们是有宗教缘或佛缘的，你们可以跟着你们的宗教缘去进行深层的内在
启迪、进化和建设以及修行。在修行的这件事情上啊，第三组朋友，我认为你们的缘分很深，所以有可能我们在感情上往往会遇见一些课题，原因在于有可能最终的这个结果都导向了让我们开始去觉醒，看到我们个体，看到我们这个个体的完整和美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副牌啊，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这3组抽到的都是新月牌啊，第3组也不例外，我们看到的是美丽的 New Moon in Libra。那刚刚我们讲过啊，这个 Ace of Swords 代表了这个秋天的到来，那恰好我们的天平新月应该发生在9月尾，就是我们这个秋分的时节啊。所以当太阳移动到了我们的天秤座，很多天秤座的宝贝要过生日了，你们的能量，你们在情感上的发展，或者说你们个人的这个觉醒程度，你们可以去驾驭感情、理解感情，以及让感情修得更好的机遇和稳固的能量场就已经修好和到来了。这张牌给我们的信息是 Know you are loved， 你们要理解到你们在被爱着，一切的安排都是让你们被爱着。谁在爱着你们？你们的高我、宇宙、好扬升大师、守护神，还有就是花的精灵啊，树的精灵啊，林间的精灵，好吗？莲花的精灵，好吗？他们在爱着你们。那我也认为第3组的朋友啊，你们在感情上是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结果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牌位本身就是 Two of Cups， 你们将会遇见你们的眷侣和眷属，只是有一些朋友有可能在这一组当中会出现晚一点遇见那个对的人，或者是晚婚，或者在情感的真正落定之前会有点周折。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富士山啊，然后正映衬着云朵，连接着宇宙啊，非常美丽的场景啊，然后樱花在绽放。所以从10月到明年的3月啊，樱花绽放的时节，我们这半年当中，很多朋友你们在情感上将会遇见非常不错的机会和桃花，甚至有可能也会有你们的灵魂伴侣真正的降临。那祝福我们第3副组合的朋友啊，在情感上是顺遂的，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或者说我们哪怕有一些不顺遂，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吸取和理解到宇宙给我们更高的智慧的精华，让我们的能量变得更加的美丽柔和，并且是前进的。我看到你们的存在给这个3维星球带来了非常大的美丽的能量，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所以呢，衷心的感恩和祝福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也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学习和共同连接。我们的卡牌今日就分析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